我在校花家给他妹妹做家教，网恋女友给我发来消息。宝宝，我妈给我妹妹找了个家教，这个家教还是我同学，她可烦人了，我一点也不喜欢她。我抬头看着面前摆弄手机的校花，整个人直接愣住。不会就这样巧吧？网恋对象居然就是自己学校里的校花，而且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她，居然让她这么记恨自己。我吓得没敢回消息。顾晨曦看我在玩手机，有些不满地说道：“你能不能好好的教我妹妹，别老是看手机？”我悻悻地放下了手机，她则是低头继续发消息。紧接着，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我靠，不让我玩手机，你倒是别发消息。我抬头正好对上了他略显生气的目光，还好他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这时，顾晨轩兴冲冲地把作业本递给了我。老师，你看我这道题做的对吗？我看了一眼，的确是按我教的步骤。我满意的点点头，忍不住夸赞道：“学得很快啊，轩轩真聪明。还有不懂的知识点吗？”没有啦，谢谢老师，老师讲得很好。就在这时，顾晨曦的母亲推门而入。不得不说，他母亲也是个大美人，要不然也不会有顾晨曦这么出众的女人。轩轩，于老师教的怎么样？你都学会了吗？顾晨轩重重的点了点头，滔滔不绝的对我夸赞起来。无双哥教的可棒了，说话又很温柔，教我的时候还很有耐心，长得也很帅，所以我建议以后就让无双哥哥当我的家教。此时我虽然面无表情，但心里早已经心花怒放，于是我不由得窥探了一眼顾晨曦的表情，与我截然相反，手里的手机都感觉快要被他捏爆了。顾妈妈微微点头，行吧，从来没见你对哪个老师这么满意过，那以后就让于老师教你吧。顾晨轩高兴的一蹦3尺高。于老师，这么晚了，要不然今天就住在我们家吧，正好你和晨曦是一所学校的，明天你俩一起去学校，这样也方便一点。听闻此言，我下意识心虚的看向了顾晨曦。阿姨，谢谢您的好意，我今晚要回家一趟，收拾点东西带回学校宿舍。您不用叫我于老师的阿姨，您叫我无双就行。顾妈妈露出了一副惋惜的神情。你真是太懂事了，同样的年纪，我家晨曦就经常耍性子。我低头看向顾晨曦，此时他正拿着手机不停地敲着屏幕。我顺着视线往上抬头，他原本珍珠般透亮的脸蛋染上了一抹绯红和愤怒，整个人在白炽灯的照耀下更加吸引目光。顾妈妈脸上略显遗憾之色。那行吧，你家在哪？我让晨曦开车送你。顾晨曦听到这话，立马就不乐意了。妈，我等下有事情，没空送你。有事？有什么事？顾妈妈瞪了顾晨曦一眼，在他光洁的额前轻轻敲了一下。学校没课，就天天宅在家打游戏，你能有什么事？顾晨轩也在一旁添油加醋道。就是，每天就只知道打游戏。顾晨曦瞪了妹妹一眼，随后极不情愿地拿起了桌子上法拉利的车钥匙。我和顾晨曦的妈妈说了再见，刚走出屋子，一股凉意直冲我的后脑勺。变态，你怎么敢为人师的？一有空你就偷看我，别以为我没看见。看着他和我争论的时候鼓着嘴的模样，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在网上跟我撒娇的样子，忍不住的微微笑了起来。见我如此开心，顾晨曦脸色瞬间由疑惑变成羞愧，最后演变成于无双，你个死变态，我不允许你当我妹妹的老师。他还想跳起来打我，动作却被突然而来的开门声打断。晨曦，你怎么还没去开车？于老师赶时间呢。顾晨曦羞愤地瞪了我。你给我站在这儿等着，我去开车。眼见顾晨曦走进地下车库，我才有机会看了一眼他发来的消息。宝宝，你怎么不理我？他给我妹妹上课也不好好上，总是偷偷看我，被我狠狠地说了一顿。最后一个消息还是他发来的一个撒娇的表情包。此时又是一条消息弹出。宝宝，咱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行，我长得可丑了，见面还是算了吧。宝宝，你终于肯回我的消息了，刚刚在干嘛呀？被个二货说了一顿，有点生气。什么二货？敢说我宝宝啊？看到这里，我差点没笑出声，自己骂自己，我还是头一次见。宝宝，我妈让我送那个同学回家，我才不送，一会儿我就在车里睡了。他是个大变态，我觉得他肯定对我不怀好意。你为什么对你那个同学有这么大的意见？因为他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果然，他还是没忘记那件事情。那次我第一次使用上网课的软件，只记得有一个麦克风，下面有4个字解除静音，麦克风上有一条红杠，这到底是闭麦还是开麦？我有些不明所以。恰巧一个宿舍的哥们给我发来了语音：无双，你看顾晨曦多好看，他还有法拉利，他要是我女朋友就好了。可是前几天有个男生跟他表白被拒了，那男生还是个公子哥，那我就更没胜算了。
为了安慰他，我脱口而出：“你看顾晨曦那个冷冰冰的脸，多看2眼都得裹件棉袄，他有什么好？喜欢他，小心被家庭暴力。”正在讲课的老师突然咳嗽了2声。于无双同学，上课期间不要讲话，把麦闭上。我整个人直接懵了。自那以后，顾晨曦看我眼神里就多了一份恨。后来不再封校，但是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偶尔还有狂热追随者想要教训我，但都被我用钱解决了。好在顾晨曦并没有找我的麻烦，直到这一次我才发现，果然他还是心有芥蒂。估计他也没想到，网恋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仇人。这时，身后的门突然再次被推开，顾妈妈走了出来，她看着我，有些惊讶。于老师，你怎么还在这里呀？晨曦呢？没事的，我已经打完车了。取消，取消，我让晨曦送你。他拿出手机放在自己耳边，冲我微笑了一下，随后走到一边。1分钟后，阿姨对我摆了个 OK 的手势。不久，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开了过来。顾晨曦冷冷地看了我。上车吧。我迅速地钻进了后排座位，车内的悠悠香气差点让我睡在车上。现在想起来，和顾晨曦认识还是因为打游戏，从来没给过男生任何机会的顾晨曦竟然会网恋。这时我才看了顾晨曦给我发的消息。宝宝，咱们能不能见个面嘛？我还没见过你的样子呢。我思索了一番，如果我长得跟你那个同学差不多，你还会喜欢我吗？他的手机铃声响起，但他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回复我，毕竟还在开车。很快车子就到了我家附近，下车的一瞬间，法拉利带着嘶吼声飞速驶。好，真绝情。我苦笑了一下，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1小时后便出现在了一套江景别墅的门口。其实我一直都很避讳自己于家少爷的身份，因为从小到大，所有人都是冲着我的钱来的。晚上，我躺在床上和顾晨曦聊天，每次跟他聊天，我总能感觉到安心。网上跟现实一点都不一样，顾晨曦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如果你跟我那个同学长得差不多的话，那我真得考虑考虑。消息是10几分钟之前发来的，是回答我在车上问他的问题。你不是说我什么样子，你都喜欢吗？我这句话发出去后，那边回消息的速度明显慢了一拍。那不行，反正你不能跟那个死变态一样，不然我会做噩梦的。老公，你今天为啥没找我打游戏啊？看到这个称呼，我头皮一麻。你别这么叫，怪肉麻的。很快他就发来一个委屈小猫表情包。我不，你就是我老公，我就要叫。喂，大小姐，你在搞什么飞机啊？现实中你那么冷酷，网恋也不要放飞自我啊。我干脆直接回答问题，越过称呼的纠结。最近我可能比较忙，中午和晚上都不怎么能打游戏了。那好吧，老公，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我再叫你。一通聊天下来，时间已经逼近12点，于是和顾晨曦互道晚安后就睡了。第二天一早，我跟好哥们一起去学校。我看了一下周围，发现情况有点不太对劲。怎么回事？今天学校门口怎么这么多人？你不知道啊，今天是顾晨曦生日，薛凯说要给顾晨曦表白，这些都是来围观的。接上集，我一眼就看见顾晨曦正提着一个无比豪华的蛋糕，朝着人群的方向东张西望。这时，他的视线停留在我这儿，微微皱眉过后，竟然直接朝着我这边走来了。我心中顿时泛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我靠，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于是我转身就想赶紧离开人群。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于无双，你给我站住！”顾晨曦面无表情地从人群中穿过，走到我面前，语气就像是在念事先备好的台词一般。我诚恳地邀请你，晚上请务必跟我一起回家吃饭。我来不及惊讶，一旁的哥们已经发出了一声惊呼。不只是他，周围看热闹的学生也都纷纷投来惊愕的目光。我的天哪，我没在做梦吧？顾大校花竟然会主动邀请人！我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见我点头，顾晨曦没有丝毫的留恋，扭头就走了。当他从薛凯身边经过时，薛凯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让开，你干什么？小希，我知道今天是你生日，这边都是我给你准备的。说着，薛凯指了指地上摆放出爱心形状的鲜花。顾晨曦皱了皱眉，冷的声音说道：“你准备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谁要你给我过生日了？你那点小把戏，骗骗学校里的小女生就算了，别用在我身上，看着恶心。”被顾晨曦如此羞辱的薛凯，脸彻底黑了下来，指着我嘶吼般质问顾晨曦：“我配不上你，他哪里比我优秀？”我有些无语，当场直接对了回去：“你他妈说什么呢？”面对薛凯的嘶吼，顾晨曦却显得相当平静，语气冰冷地说：“我就算真的和于无双在一起了，也不会跟你这种玩弄女生感情，还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渣有半点交集。”顾晨曦的话引得现场众人发出了阵阵笑声，薛凯脸色被气得顿时发红，简直是比吃了奥利给还难看。于无双，你给我等着！
然后便气冲冲地离开了。见周围人越来越多了，我直接拉着哥们的胳膊就往教室里走去。回教室吧，没什么好看的。远离了人群，他的八卦之魂又开始熊熊燃烧。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你之前上网课的时候那样说顾晨曦，现在在他家当家教，他没给你穿小鞋啊？我一脸快哭的表情。快别说了，就当了几个小时的家教，我都快被他整死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如果不是你那么说顾晨曦坏话，你跟顾晨曦表白的成功概率都比薛凯高。听了他的话，我连忙摆手。可不敢这么说，我可不敢不自量力。谁知道哥们一下子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怎么就不自量力了？你自己长得帅不帅自己不知道啊？主要你还挺有钱，跟顾晨曦他们家也挺配的，比薛凯有钱，还比他低调，你怎么就不自量力了？听着哥们对我的评价，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昨天晚上和顾晨曦的聊天记录，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他叫我老公的称呼上，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如果知道我是谁的话，他还能说出这2个字吗？还是像看薛凯一样，狠狠地数落我一顿？正当我看着聊天界面发愣的时候，顾晨曦的消息再次发了过来。老公，我妈今天早上又拧我的耳朵，都快给我拧红了。紧随其后的是一张流泪的小猫表情包，我回复道：没事吧？为什么呀？谁知顾晨曦话锋一转，又开始控诉起我来。就因为我妹妹的那个家教，我妈就对我动手。怎么就又因为我了？这顾晨曦是不是真的没谈过恋爱啊？成天在自己网恋男友面前说别的男生，也幸亏那个被说的男生就是我。你知道那个男的有多蠢吗？怎么了？他有多蠢啊？我心里已经翻了100个白眼，我倒要听听我有多蠢。我妈让我叫他去我家吃晚饭，门口有个给我送蛋糕的男生，我不好下车，那个二货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也不进学校，没办法，我只能下车去找他，然后就被那个男生给纠缠了。我想到顾晨曦刚刚那一脸冷冰冰的表情，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整他的好办法。还有人给你送蛋糕呢，看来我要失宠了。果然，以顾晨曦这种没谈过恋爱的人，我这句消息发出去后，他半天都没有动静，过了一会才回复道：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啊，宝宝，你没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我想了想，送礼物这不就要见面了吗？我连忙发了个200块红包过去，谁知顾晨曦根本没有收红包，反而反送了一个红包给我。老公，你拿着这钱给我买个蛋糕，送到医大可以吗？我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微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接将钱收下并关机。想骗我见面，门都没有，让你尝尝什么叫人财两失。当然不是真的卷钱跑路，我还是在手机上叫了一个跑腿，给他买了束鲜花和一个布娃娃。来到教室，顾晨曦和薛凯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顾晨曦被我整蛊到了，我的心情倒是瞬间好了起来。薛凯那家伙的眼神像要吃了我似的，幽怨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好不容易熬到下课，一旁的顾晨曦前脚刚走出教室，薛凯后脚就来到了我面前。于无双，我警告你，你要明白什么是自己配得上的，什么是自己不配的。我顿时不乐意了。什么是我不配的？麻烦你告诉我一下。被我这一对，薛凯的脸色不好看了，估计没见过几个跟他正面刚的人。怎么了？狗腿子多了不起啊？还玩小孩子那一套？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不配的是吧？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别想着靠近顾晨曦攀高枝什么的，你不配。我微笑着看着他，没有反驳。在教室里吵架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我还真没干过，只想赶紧结束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沉默给了他自信。每次都只见你妈妈来学校，从来没见过你爸爸，难道是你爸爸不爱你啊？哈哈哈！我的心猛地一颤。被我打后的薛凯气急败坏，顿时就扎下马步，但我也不能任他欺负。当我再次举起手时，突然我感觉手腕被一阵温热的感觉覆盖。顾晨曦皱着眉头，还会打架？你能把我妹教好吗？哼！怎么了？我教这人渣与人和善，跟教轩轩学习很冲突吗？他看着我，一副在说话就揍你的表情。不过还好，顾晨曦一来，薛凯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爬回座位了。等到晚上放学，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转头看向顾晨曦的位置，已经没人了。什么鬼？说好的一起走呢？我有些失落的收拾东西，忽然我察觉到一丝不太友好的目光。薛凯和他的那几个狗腿子都没走，局势瞬间有些不太乐观。就在此时，教室门口响起一道叫声：“于无双，你在里面生孩子吗？等你半天了还不出来。”我转过头，对上的是顾晨曦不耐烦的目光。顾晨曦的突然救场让我化险为夷，我跟着顾晨曦坐上了他的车。今天下午叫跑腿送的娃娃和鲜花被他整齐地摆放在了后排。他哼着小曲，车速开得飞快，看得出来跑腿送的娃娃和鲜花让他今晚的心情很不错。这就是我喜欢的男人，他叫于无双，娃娃和花就是他送我的。接上集，我被邀请到顾晨曦家吃晚饭。
来参加你生日宴的嘉宾还不少呢。多又怎么样？根本就没几个我认识的人。我要回房间换礼服，你先去轩轩的房间里待着吧。顾晨轩的房间。无双哥，你会打王者荣耀吗？小看谁呢？荣耀王者见过吗？说着，我把手机递到了他面前。顾晨轩眼睛顿时放出光来。能不能带我打把晋级赛？想着外面那些人我也不认识，索性就答应了。很快，一局游戏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无双哥，你太厉害了，不仅学习棒，玩游戏也厉害，长得还帅，你干脆当我姐夫算了。我被夸得心花怒放。就在我准备再和他来一局的时候，外面突然吵闹起来。我和顾晨轩顾不得打游戏，直接八卦的蹲在门边偷听了起来。只听见一个男生正深情的对着顾晨曦告白：小溪，我对你的心意那么的真挚，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为什么要拒绝我？我上次不是就告诉过你了，我一直都只把你当哥哥，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这个娃娃和花就是我喜欢的人送给我的。陈俊杰十分纳闷，他从欧罗巴买的海洋之类项链可比娃娃鲜花之类的。你在骗我对不对？你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听到自己被这个叫陈俊杰的家伙给一无是处，我突然语气不乐意，小声的问顾晨轩：这个叫陈俊杰的家伙很厉害吗？顾晨轩点一点头。俊杰哥家的实力其实还算可以，我爸爸和他爸爸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和我姐姐也打小就认识了，算是青梅了吧。听完顾晨轩的解释，我试探性的问道：他长得不是挺帅的吗？而且两人门当户对，你姐为什么看不上他？我不知道呀，你去问我姐呗，也许是我姐有喜欢的人了吧。顾晨轩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将脸凑到我的耳边说道：无双哥，我告诉你个秘密，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和别人讲，特别是我姐。我一下就被激起八卦的心，把脑袋朝着那边靠了靠。我之前不小心看到了我姐的手机聊天界面，她好像在网恋。顾晨轩没憋住笑出了声音。作为他姐网恋对象本人的我，却觉得有些尴尬，但为了不被顾晨轩看出破绽，只好捂着嘴角笑了。我有一次还偷看到了他和他网恋对象的聊天内容，可肉麻了，满屏的可爱表情包和宝宝的称呼，根本没眼看。我听着顾晨轩的话，只感觉汗流浃背。还有，我跟你讲啊。顾晨轩还想说什么，可房间门突然被门外的顾晨曦给打开。他皱着眉头，先看了眼自己妹妹，又看了眼脸色不太好的我，忍不住问道：你们两个蹲在门口干什么呢？顾晨轩小脑袋瓜子一转，立马想到了一个借口，他举着手机说道：我们突然发现门口的网速挺好啊。我也立马跟着点头附和，可顾晨曦却突然站在了我身边，然后就在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把挽住了我的手腕，对着门外的人说道：这就是我喜欢的男人，他叫于无双，娃娃和花就是他送我的。我顿时瞪大了眼睛，一脸惊恐地看向顾晨曦。原来顾晨曦早就知道我是他的网恋男友，他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不对啊，他不应该发现才对，我明明隐藏得很好。正当我不得其解的时候，顾晨曦用手捂着嘴凑了过来，装一下，帮我把他打发了。听完这话，我总算是明白了过来。陈俊杰当然是不相信，看到顾晨曦和我咬耳朵的亲密画面，陈俊杰心里堵得慌。晨曦，有意思吗？为了拒绝我，你居然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就算你想找个假男朋友来搪塞我，也起码找个像样点的吧。你不要以貌取人，我男朋友不比你差。他这个傻样，顾叔叔是不会答应你和这种人交往的。他怎么了？顾晨曦挽着我的手，高调的说道：他只不过是打扮的朴素了点罢了，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他的内在跟外表没关系。陈俊杰冷笑一声：我送你的这条项链可是价值80万。顾晨曦有些哑然。这时候顾晨轩突然开口道：无双哥哥可不穷呢，他超级有钱，而且他偷偷准备了一个惊喜给我姐姐呢。顾晨轩说着向我眨了眨眼。就在我房间里对吧，无双哥，我们去把它拿出来吧。我十分默契的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主意，就硬着头皮给了俊杰哥，我的房间现在不方便让你进，你在门口等会吧。先说好，我身上可没有比他那80万的项链更贵的礼物。虽然于无双家里随便一个吊灯都不止80万，但此刻的他毫无准备。我当然知道你没有。顾晨轩说着，走向自己的书桌前，拿出了一个礼物。
还好我给我姐姐准备了礼物，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的，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哇，轩轩，谢谢你！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奇怪，怎么这么轻？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顾晨曦立马拆开了礼盒，里面却空空如也。你就送我个盒子啊！顾晨轩看着空空如也的盒子，立马抱着头，苦恼地说道。我说怎么拿过来的时候这么轻的？我光记得准备礼盒了，预定好的包包还在店里没拿呢。好了，知道你给我准备的惊喜是包了，只不过包还在店里没拿回来。你就别数落我啦，我这不是忘记了吗？现在我们该怎么应付门口的家伙？顾晨轩捂着脸，指着自己书桌上摆着的装饰品说道。实在不行，把这个水晶球充当宝贝拿出去应付一下吧。当时买的时候也花了我好几万呢。于无双看了一眼那平平无奇的水晶球，这个玻璃东西居然值好几万，有钱人的钱真好赚啊！不行，这水晶球都摆在你房间里好几年了，他又不是没见过。那咋办？我刚刚都帮无双哥哥把牛皮吹出去了。顾晨轩说着，朝这边投来一个尴尬的笑容。就在三人发愁之际，于无双随手扔在顾晨轩房间桌子上的书包突然掉在了地上，里面一个方形的快递盒从包里掉了。于无双看着那快递盒，突然怔住了眼。这国际快递是父母从钟表国寄过来的，下午没来得及拆，扔进书包里，稀里糊涂的带到了这里。我好像有办法了。说着，于无双捡起了地上的快递盒，三两下的拆了开来。这个表应该很贵吧？于无双挠了挠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顾晨轩这个问题。应该不便宜。顾晨曦捡起了发票，上面赫然印着35万外元。这表250多万。百达翡丽嘛，250多很正常。我这是顶级复刻。顶级复刻。顾晨曦显然有些不相信，他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发票，这种发票他见的也不少，肯定是钟表国那边的出局。于无双一把收回顾晨曦手中的发票。这发票也是顶级复刻。站在外面的陈俊杰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你们在里面都半天了，拿不出东西就别勉强，承认这小子是屌丝，又不是什么难事。小子，你当我好糊弄吗？这可是百达翡丽的星空表，国内根本就买不到现货。你这穷屌丝，就算真的能掏得出250万，在国内也不可能买得到现货。这表要是真的，我现在就跪下来给你磕一个。于无双脸上没有露出丝毫慌张的神色，他淡定的摆了摆手说道：“磕一个倒不用，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要再来骚扰西西了。”听到西西二字，顾晨曦没来由的扭头看了于无双一眼，眼中闪过一抹异彩，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行，小子，我正好认识中海百达翡丽的门店经理，你这表是真是假，查查就知道了。顾晨曦有些心虚的捏了一下于无双的胳膊，顾晨轩也从后面拽了拽他的衣服。看着这两姐妹因为心虚而紧张的模样，于无双只是笑着说：“你最好能有钟表国门店经理的联系方式，因为我这表是海外代购的。”陈俊杰冷哼一声：“天大的笑话！200万的表，你居然敢找代购买？没办法，财大气粗。小子，如果这表不是真的，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能查出它是假的，我任你处置。”陈俊杰发了个消息之后，没过多久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陈哥，我刚刚已经问过了，这表国内近半年没有购买记录。如果有人敢打着我们百达翡丽名号，用假表招摇撞骗的话，我们将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于无双有恃无恐的对着电话说：“别光查国内的购买记录，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表是海外代购的，你现在去查查钟表国的购买记录。”你以为我们查不了吗？就在1个星期前，确实有一个姓于的华夏奇人在钟表国买了一块星空表。陈俊杰听到这话，瞳孔猛地放大。那个人全名叫什么？陈哥，原谅我权限不够，没办法查到会员的具体资料。不用那么麻烦。于无双摆了摆手说道：“你问他星空表的订单尾号是不是1180？”电话对面的很快就查到。对的，尾号是1180。陈俊杰不可置信地看着于无双，这表真是你买的？那位姓于的会员好像还不止买了1块表，足足6块表，还是同一天同一时间购买的。不只是陈俊杰被震惊到了，站在身边的顾晨曦和顾晨轩也被店经理的话给吓到了。要不是陈俊杰还在这里，他们早就拉着于无双开始逼问。糟糕，装的有点太过了，等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圆回来。于无双担心那店经理在查下自己家的底细，就要被当面抖出来，
于是他直接帮陈俊杰摁下了挂电话的按钮，然后说道：“行了，愿赌服输，记得你的承诺。”陈俊杰憋了半天，最后冷哼一声，转身就朝楼下走去，也算是变相的承认了自己是非。顾晨曦晃了晃手上的头说：“解释一下吧。”顾晨轩像只好奇小猫一样问道：“无双哥，你真的是隐藏大富翁吗？”其实，钟表国那边爸的朋友在里面工作，他俩里应外合，他弄发票，然后我爸弄表，然后这是哪个活菩萨给我打的电话？我去接个电话。于先生，您这边有个国际快递到了，需要本人持证件亲自确认签收，请问您明天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好安排派送。又是国际快递，谢谢阿姨的盛情款待，还给我拿了这么多好吃的。顾晨曦见于无双要走，这次居然出乎意料的主动提出要送我去学校。别误会，我一点也不想送你去学校，只是不想一会又被陈俊杰骚扰，我才找个借口走的。好的。这是你的东西，你居然能扔我妹房间里忘记拿？没事，送你也行，反正是顶级复刻，不值钱。顾晨曦撇了撇嘴，我和你的交情还没好到互赠礼物的地步。男生宿舍，义父，你最好天天出门和顾晨曦约会。父亲，我想吃那个鲍鱼可以吗？我还没吃过这么大的鲍鱼呢。好爸爸，那个大龙虾钳子能给我尝尝吗？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龙虾钳。于无双拎着一大袋的美食走进寝室的那一刻，无疑是成为了寝室里的大爹。听取罢声一片，今夜无人能撼动他在寝室里的地位。这时，手机消息提示音突然响起：“宝宝，我现在躺在被窝里哦。”准备早睡吗？对呀，睡觉前再和你聊一会天。宝宝，我这一天过得可曲折了，我跟你讲。顾晨曦讲起了他今天一天发生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琐事，看着他发来的消息，好像顾晨曦躺在自己身旁，抱着可爱的娃娃，用碎碎念的口吻温柔地跟自己讲着这些日常琐事，这种感觉似乎也挺美好的。我在校花家给小姨子辅导功课，小姨子却突然问我：“无双哥，你喜不喜欢我姐姐呀？”听到他的话，我微微一愣，有些不解地反问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没事，我就问问。顾晨轩摇了摇头，又继续写起了习题。过了一会，他又抬起头对我说：“其实我姐姐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不好相处的啦。”我反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顾晨轩小声地说道：“我感觉你和我姐有戏，她对你和对其他男人都不太一样。”我苦笑了一下，确实不一样，她格外的讨厌我。我简单的和顾晨轩讲了一下两人结下梁子的前因后果。顾晨轩听完，捧腹大笑了起来。原来是因为这种事啊！顾晨轩拍着我的大腿，笑着说道：“无双哥别怕，有我在，我姐不敢欺负你的。”转眼就到了下课时间，顾妈妈和往常一样敲门进来询问了一下顾晨轩的学习情况。于老师真的不留下来吃晚饭吗？不用了，阿姨，谢谢您的好意。于老师，轩轩这么喜欢和你玩，晨曦今晚住校也没回家，你可以再陪轩轩玩一会吗？好啊，轩轩，我陪你打一会游戏吧。太好啦！我行云流水的操作把小姑娘迷得一愣一愣。顾晨轩的想法也很简单，我要是成了他的姐夫，就能天天带着他打游戏上瘾。无双哥，告诉你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关于我姐的。什么秘密？我姐平时在外面总是板着个脸，你肯定以为她是高冷吧？我专注着操作，头也不抬地问：“难道不是吗？”才不是，她其实是个超级大社恐，才会在外人面前露出那种冷冰冰的表情的啦。你认真的？我说的是真的呀，你别不信。我姐原本也是和我一样的性格，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才性格大变的。好，我信。我抿嘴笑着，指着他的手机屏幕说道：“但是你再不动起来的话，就要被对面射手打死了。”呀！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10点，皮塔雅给我发了条消息：“无双义父到学校了没？帮我买瓶可乐回来可以吗？”于是我去到学校超市选好几瓶饮料，准备结账的时候，却突然在收银台前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小姑娘，你要是没带钱的话，可以现在回去拿的，我们11点半才关门，来得及的。多少钱？我帮他付了。我冲收银员笑了笑。这样子啊，50块，我扫你。可等我结完账，转头却发现顾晨曦居然已经离开，自己帮他结账，他甚至都没说一声谢谢，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我拎起手提袋走出超市，耳边就传来了顾晨曦的声音：“我忘记带手机了，钱等我回宿舍再给你。”
我扭头一看，他那原本因为尴尬而涨红的脸还没完全平复，夜色下显得格外精明。我递给他一瓶饮料，钱就不用还了，喝饮料吗？不喝。好吧。见他如此高冷，我也不在乎。你这是买了什么东西？我随口一问，但是话一出口，就看到顾晨曦再次变得红润的脸色，我立马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顾晨曦低着头，小脸蛋红扑扑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今天谢谢你。看着顾晨曦离去的背影，我好似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怪不得我送冰镇饮料给顾晨曦喝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回到了宿舍没过多久，顾晨曦就给我发了消息：宝宝，我今天肚子疼。我耐心的哄着他。你拿热水泡个脚会舒服点，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厚一点的被子。好。顾晨曦看着男朋友发来的消息，心中泛起一股暖意。不知怎么的，看着那一大串的聊天信息，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余无双那张脸。为什么他总能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呢？顾晨曦在心里想着，目光再次落到了手机上，一种记忆中才有的熟悉感，那张模糊的脸又浮现在脑海中。去，别出声，我帮你解开绳子，我们一起逃出去。啊，还跑得动吗？我们已经逃出来了，绑匪现在还找不到我们。别怕，有我在，我们一定能跑出去的。接上集，顾晨曦陷入了一个难以自解的漩涡之中。如果于无双真的是小时候救过我的男孩，那我会喜欢他吗？而我是真心的喜欢他，还是因为他小时候救过我呢？心情不好的他决定回家待2天。第2天刚到家，顾晨曦就决定拿老妹当出气筒。又在这里打游戏，作业写完了吗？早写完了，昨天晚上无双哥辅导我做完的。见顾晨轩一副我有理，我不怕你的模样看着自己，顾晨曦敲了一下妹妹的脑袋。写完了也不许玩，打游戏伤眼睛。说完，顾晨曦把手机抢过来，自己接着打起了那版游戏。让顾晨曦惊讶的是，自己一个高段位的玩家，打妹妹的号居然有些吃力，最后居然输了。你不是连排位都没开吗？为什么匹配的对手这么厉害？顾晨轩骄傲的点了点头。那当然，最近可都是无双哥在带我玩。于无双带你打游戏？顾晨曦一听，立马皱起了眉头，捂住。啊，没有。我提醒过他不要在顾晨曦面前把双排的事说漏嘴了。顾晨曦一脸狐疑的看了看妹妹，直接打开了他的历史战绩。顾晨轩还想把手机抢回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就在他即将成为出气筒时，顾晨轩却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带轩轩打游戏的那个账号游戏名居然跟网恋男友一样。顾晨曦眼睛瞪得老大，他点开那个账号的主页，下一秒他浑身一颤。这是于无双的账号。顾晨轩看到姐姐的反应，还以为姐姐是真的生气了呢，立马低下头。姐姐，你别赶走无双哥，他带我打游戏都是在课后。但此刻的顾晨曦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网恋男友，讨厌的男同学，救过自己的小男孩，好像3个梦幻般的泡影，在脑海中全部聚到了一起。从始至终，他喜欢的都是同一个人。他把手机还给了顾晨轩。放心吧，我不赶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我怎么会赶他走呢？顾晨曦在妹妹的额头上用力的亲了一口。谢谢你，我的好妹妹，姐姐爱死你了。说完，顾晨曦就开着他的保时捷，一脚油门直奔学校。啊，他不是刚回来吗？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担心姐姐会去学校找我的麻烦，顾晨轩立马给我发了消息。图书馆。无双哥，我姐疯了，你今天最好躲着她。顾晨轩也没告诉我双排的事情说漏嘴，他担心我知道了以后就不带他打游戏。紧接着，我又收到一条消息。宝宝，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见面啊？犹豫了几秒钟，我回道：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现实中就是个臭屌丝，是你讨厌的那种男生。你有男生追肯定长得也不差，你不会喜欢我这种男生的。事实上，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不想和顾晨曦坦白两人网恋这事，估计是害怕尴尬吧。因为2人之前的过节，见光死的话，还要在一个班级度过剩下的3年，很快那边便有了回信。我们见面吧，你就是丑八怪，我也喜欢你。宝宝，咱要不再缓缓，等我做好准备了再见面吧。为什么？我想多赚点钱，等有钱了再和你见面。你也不会喜欢上一个约会的时候连车费和饭钱都付不起的男生吧？此刻顾晨曦的内心情绪非常复杂。
他小时候救过我，那他肯定已经认出我了。知道我的身份又不敢相认，应该是顾虑我们俩人的身份差距吧，所以他才那么努力的想要赚钱的吧。在顾晨曦胡乱的一通脑补之后，他终于说服自己，为什么于无双不愿意和他面基。思考良久，顾晨曦也决定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他回了一条：好，我等你。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消息，着实也没想到顾晨曦居然会这么回答，于是我发了个挣钱养家的表情包过去。爱你，宝宝。事实就是这样，真心相爱的两人总会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此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顾晨曦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于学长，你边上的空位有人坐吗？这时，一个打扮得十分精致的少女手里抱着一本书，站到了我面前，一脸的娇羞。这里没人坐，但是如果你拿着一本人体解剖学坐在我边上看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害怕。少女有些尴尬的把随手拿来的书藏到了身后。其实，少女慌慌张张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精心准备的情书。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我的人吗？冷清的声音从图书馆门口传来。顾晨曦走到了少女的面前，高挑的她裹着强大的气场。少女紧张的没有开口说话。顾晨曦冷声的质问道：你想追我男朋友？对不起，顾学姐，对不起，我不知道，行了，懒得听你解释，你走吧。少女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现场。我一脸的错愕。顾晨曦，可别误会，上次你假扮我男朋友帮我解围，刚刚我看你面露难色，这才想帮你，就当做扯平了。顾晨曦说着，顺势坐到了我身边。听到他的解释，我苦笑了一下。那我可谢谢你了。不用谢，如果你真想谢我的话，就陪我去吃晚饭吧。接上集，顾晨曦把车开到一个小洋房时，我整个人都震惊了。不是吃个饭咋直接吃回家了？自己要是跟顾晨曦进去，那自己在学校里好不容易隐藏了的身份就曝光了。已经下车的顾晨曦看还坐在副驾驶发呆的我，走到副驾驶，一把打开车门对我说道：下车呀，我们到了。不是去吃饭吗？这里没有饭店。这就是啊，我们去吃私房菜。不给我说话的机会，顾晨曦直接拉着我下了车。我只感觉脸有些发烫，目光不好意思的从顾晨曦的脸上移到了其他地方。不对劲，他今天好奇怪，我就该听顾晨轩的话，离他远点。顾晨曦看着你脸红的样，一把你拉进了小洋楼。一进门，迎宾小姐姐立马上来询问：你好，先生女士，欢迎光临和平官邸，请问有今天的预约吗？面对外人，顾晨曦还是那冷冰冰的模样。没有预约，现在没位置了吗？女门营听到没有预约，有点难堪。我拉了拉顾晨曦的衣服。那还真是遗憾，我们换一家吧。不行，就吃这家。说罢，顾晨曦从包里拿出几张钞票，塞到门营的口袋。可以让你们的经理来一下吗？1分钟不到的时间，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他跑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顾晨曦，而是因为他心心念念的少爷。我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还瞪了他一眼。鄙人是这里的大堂经理王武，请问两位是遇到什么了吗？我们没有提前预约，但是想在这吃个晚饭，可以吗？我们不介意多付一些服务费。少爷这是在隐藏身份追女孩子吗？幸好我刚刚把少爷2个字咽了回去，不然这工作就糟了。如果实在没有空位置的话，有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 VIP 包间，预约的客人没时间了，刚刚打电话退掉了，我现在就带2位去。在顾晨曦看来，他的一番操作还是有了效果。王武领着我们来到3楼，说是 VIP， 其实只有一个房间。落座之后，顾晨曦直接把菜单给我。想吃什么随便点，不用为我省钱。这种饭店我没来过，还是你来点吧。没事，说了随便点。我看了一眼还站在旁边的王武，要不经理替我们点几个招牌吧？那我给2位推荐一下咱们家的。不用推荐了，你看着上吧，我相信你。好的好的。少爷这是在点我呢，他如此相信我，那必须给他安排一套豪华烛光晚餐。顾晨曦看着王武离开的背影，疑惑地看着我。我怎么感觉这个经理好像很怕你？有吗？我觉得这么高档的地方服务好，很正常呀。他对你的态度未免过于谦卑了吧？正巧这时菜品就一道接着一道的端了上来，这比平时快的上菜速度让我不禁有些疑惑。来不及细想，我赶紧转移话题。我有点饿了，吃饭吧。顾晨曦闻言也不再追问，你快尝尝这里的菜合不合口味？我吃了几口菜，一抬头就看到顾晨曦一直看我。我脸上有东西吗？没，你快吃饭吧，不然等会菜凉了就不好吃。
顾晨曦小脸红红的，低着头吭哧吭哧的吃起了碗里的脆皮鸭。错觉，一定是错觉，我居然会觉得顾晨曦这么凶巴巴的女人可爱，我肯定是疯了。我摇了摇头，将这个可怕的想法抛到脑后。本来吃得好好的，突然听到门外就传来了骚动。我倒是要看看什么人物这么厉害，我等了快1个小时，一个菜都还没上，他这边不停上菜。听到这话，我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今晚的菜上的这么快。原来王五这笨蛋为了讨好自己，把别人点的菜优先端过来，还正好是陈俊杰他们那桌的菜。我转过头，陈俊杰刚好已经冲进了包厢。小溪于无双，你说你今天晚上没空，就是为了和这个家伙出来吃饭？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吧？我和谁吃饭是我的自由。陈俊杰被顾晨曦的话对得一时语塞。这位先生实在抱歉，如果今晚的就餐体验让您感到不满意，请随我出去聊。你要是对这家餐厅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去找餐厅的负责人，我们只是2个普通的顾客，没有权利和义务帮你解决问题。也配说我？陈俊杰越骂越难听。就在这时候，一个保安冲了进来，把这个闹事的给我轰出去。陈俊杰被一把控制住，然后给扔了出去。实在抱歉，打搅到2位吃饭了，我这就去处理一下。我瞪着他，语气有些不悦。希望你能处理好。好的，好的。王五卖力的点了点头，2条腿打着哆嗦的跑了出去。经过刚刚的闹剧，2人也都没心情吃饭。我转头看向顾晨曦，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他根本没碰到我。那就好。你吃饱了吗？吃饱了。我看着桌上的剩菜说，那这些打包回去吧，别浪费了。本以为顾晨曦会说不要的，但他下一句话却让我明白是自己误会他了。顾晨曦说，我全部打包回去了，也吃不完，叫室友他们吃的话也不太好。你知道女孩子的心思比男生复杂，给他们吃剩菜，估计会觉得我看不起他。我闻言笑了笑，好在我们男生没那么多规矩。打包好了，刚一上车，顾晨曦就给了我一张 VIP 卡。我有些茫然的问他，给这个我干啥？我用不起这个东西啊。卡送你，你想吃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来吃，但是不允许拿着本小姐的卡带女人，不然揍你。看着顾晨曦那小表情，我着实是有些没忍住，抿嘴笑一下。顾晨曦看着我躲着自己偷笑，还以为是因为收到了礼物开心，心里美滋滋的想，这个笨蛋明明就很开心，刚刚还嘴硬说不要。男生宿舍，我刚回到宿舍，3个室友立马冲了上来，对着我就是一顿批斗，质问我为什么要抛下集体一个人出去潇洒。我也懒得和他们解释，把打包的食物高高一举。父王，尔臣刚刚说话声音大，尔臣该死。义父，亲爱的父亲，快让我尝尝那只乳鸽。大爹，你怎么知道我今晚没吃饭？看着宿舍里如此和谐温馨的画面，我很是欣慰，露出了老父亲般慈祥的笑。无双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一到顾家，顾晨轩就围在我的身边，像只小蜜蜂一样，嗡嗡嗡的闹个不停。你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是不是我姐又欺负你了？你别急，我等会就去找我妈告状。我笑着摸了摸顾晨轩的脑袋，怎么感觉你今天心情很不错？顾晨轩像只小猫一样，用脑袋蹭着我的手掌。对呀，无双哥，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期中成绩出来啦。顾晨曦刚停好车，走进屋里就看到我正在对自己的妹妹使用摸头杀，她居然有些吃醋。这个可恶的顾晨轩，我也要摸头，我也要。顾晨曦醋溜溜地对着2人冷声说道，你们还在客厅站着干什么？快点去上课。知道了，你凶什么凶？哼！顾晨轩扮了个鬼脸，然后牵着我跑上了楼去。回到顾晨轩的房间里，他拿出期中考试的所有试卷放在了我的面前，双手叉腰，骄傲地说道，我这次可是全班第3哦。这么厉害啊，轩轩真聪明。我一点也不惊讶，如果顾晨轩平时上课乖乖听讲不调皮的话，以顾晨轩这聪明的小脑袋瓜子，就算不用自己的辅导也能取得好成绩。我讲过的题型全是满分，轩轩真的很棒呢。我把试卷整理了一下，很快就想好了今晚的教学任务。来，我给你讲解一下这些错题，下次争取拿个全班第1回来。授课结束后，顾晨轩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道，无双哥，我妈说我这次考得不错，要奖励我去迪士尼，你和我一起去吧。面对这小萝莉的邀请，我倒也没有拒绝，而是问道，什么时候？顾晨轩眨巴着灵动传神的大眼睛，期待地问，这周末你有空吗？应该有空。别应该呀。顾晨轩抓着我的手臂摇晃了2下，撒娇道，你肯定有空的对吧？架不住顾晨轩的撒娇，
我苦笑了一下，点头说道：“有空有空。”顾晨轩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这就去和我妈妈讲，让她把你的票也买了。我刚想说让他不用给自己买票，可顾晨轩已经跑得没了踪影。过了一会，顾晨轩愁眉苦脸地回到了房间。我看着他那失落的模样，问道：“怎么了？不太方便带我一起吗？”顾晨轩立马摇了摇头：“不是的，我妈妈答应了，但是我姐……你姐不想让我去啊？”我抿嘴笑了一下，也并没有太意外。顾晨曦这小妮子，昨天的古怪劲总算是过去了。顾晨轩却再次摇头否认：“不是，是我姐也要跟着一起去。”你姐要去？顾晨轩气鼓鼓地撅着嘴说：“明明下午问他去不去的时候，他都说不去的。结果我刚和我妈说完要带你一起去，我姐就不知道从哪突然窜了出来，说要跟着咱一起去，而且她还叫我妈妈不要去了，她带着咱们俩去。”就因为这事啊？我还以为是顾晨曦不想让自己去，顾晨轩才愁眉苦脸的回来。你姐带你去，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呢？我才不要她带我去！顾晨轩撅着嘴说道。他的胆小鬼，每次带我去游乐园都不让我玩刺激的游乐设施，明明是自己不敢，还说是为了呀！顾晨轩的话还没说完，顾晨曦不知何时居然来到了房间内。顾晨曦揪着妹妹的耳朵，冷峻的小脸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桃红色，她恶狠狠地在妹妹耳边说道：“你在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耳朵揪下来？”哎呀，疼疼疼！顾晨轩一边疼得呲哇乱叫，一边求饶：“错了，姐姐你放过我吧。”顾晨曦这才松开了手。妈已经同意了，这周末由我带你去迪士尼，还有你也跟着我一起去。他那不由分说的语气和高傲的态度，就好像并不是来提醒两人这件事的，而是像女帝王一样在命令。说完后，也不等两人回应，他就先一步离开了妹妹的房间。出门后的顾晨曦原本冷峻的小脸，唰一下子变得通红。顾晨轩这个死家伙，干嘛在于无双面前揭我老底？太丢人了！顾晨轩捂着被捏得通红的耳朵，可怜兮兮地看向我。无双哥，你看啊，他这么凶，以后谁会要他呀？不像我只是个心疼哥哥的好妹妹。我被顾晨轩茶里茶气的话给逗笑了。还很疼吗？顾晨轩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委屈，说道：“疼死了。”本来今天睡得很沉，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我急忙冲出校门。师傅，麻烦开快点吧，我有急事。小伙子，不是我不快，要不我用手机再转点给你。哎，小伙子，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支付宝到账1万元。我刚想问够吗？师傅大手一挥，打断了我的话。他的脸色突然严肃了起来。竞赛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花钱请我开快车的，小子，坐好了。我闻言瞪大了眼睛。师傅话音刚落，猛踩一脚油门，丝滑的离合换挡，挂上5档，在马路上狂飙了起来。这一次，出租车师傅仿佛找回了年轻时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感觉。早知道就不花钱找罪受了。我跟着服务员来到了888包间门口，一进门就看到自己的舍友和几个女同志被打得到处都是血。看到我走进来的薛凯拿着一个瓶子就朝着过来，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10分钟后，薛凯被一脚踹倒在地，他像只困兽在发出最后的怒吼，尖叫道：“于无双，你这个疯子，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听到他的话，就像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我蹲在了地上，语气冰冷的在薛凯耳边说道：“你爹就算是天王老，在中海也得听我于家的。”于家，你是？第二天，顾晨曦得知这件事后，本想让父亲动用点人脉关系，搞一搞薛家的公司，可父亲告诉了他一件事：薛大海赔偿了于无双他们8人每人1比4两。之后没过几天，公司就因为投资人撤资、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公司破产。不仅如此，薛家还爆出了大量的丑闻，薛大海带着全家连夜逃离了中海，薛凯也在医院里疯掉了。医院，我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看着那盒子里黄中带绿的汤，配上那只鸡狰狞的死亡表情，总感觉这汤往外冒的热气都是飘着骷髅头形状的泡泡。你确定这是鸡汤？对啊，你可有口福了，这可是本小姐亲手熬的，快尝尝好不好喝。顾晨曦没有注意到我害怕的表情，骄傲的双手叉腰，一副等着夸奖的傲娇表情。我咽了下口水。你这是应该很少下厨吧？顾晨曦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这可是我的第一次，你要认真对待哦。我一脸黑线。你丫倒是把话说完整啊，我可不背这个锅。老实说，我又一次被他可爱到了，竟没来由的喝了一口碗里的鸡汤。这一口下去，我差点就跟着太奶走了。我刚想说什么，
两眼一翻就晕过去。医生连忙过来问道：“怎么回事？病人怎么食物中毒了？你给他喂了什么？”他就喝了一点我炖的鸡汤。这鸡汤里怎么有蘑菇？小鸡炖蘑菇啊，网上不是说大补吗？但这是毒蘑菇啊！迷糊之中，我看着正在交谈的顾晨曦和医生，总感觉他们说的话好像具现成了字幕，在眼前飘过。还看到去世多年的太奶在朝我招手，说是要带我去玩，我不愿意去，太奶还生气了，然后自己就成了瘸子。醒来才发现，顾晨曦趴在自己的小腿上睡着了，也不怕感冒，真是的。我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哎呀，我的天哪！他真的好可爱，可能是刚刚被戳脸颊的原因，顾晨曦皱了皱眉，从梦中苏醒。他看到我，眼中闪过一丝光芒，直直地扑到了我的怀里。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被顾晨曦揉着脸，嘴巴嘟嘟的，发音都变得有些奇怪。不知道啊，没啥感觉。那就好。我是咋晕过去的？这个嘛，你喝了。顾晨曦支支吾吾的，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个护士。你喝了有8种毒蘑菇混合的鸡汤，没死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居然能这么快醒来，你身体素质挺好啊。听了护士的话，我眼睛都直了。怪不得那鸡汤冒出来的热气里飘着小骷髅头，我就说怎么好像见到我太奶了，这下破案了呀。我与姑娘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加害于我？还是8种毒蘑菇，你是怕我走得不够彻底吗？顾晨曦被我那眼神盯得，尴尬的红着脸低下头，紧接着又突然抱住我的手，语气娇柔，像一只撒娇的小猫。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嘛。错哪儿了？哪儿都错了。看着顾晨曦那委屈的样子，也确实惹人心疼，还是选择原谅了他。见我原谅了自己，顾晨曦高举起手，笑逐颜开的说：“我明天给你炖鸡汤，绝对不放蘑菇了。”经常顶住校花攻击的哥布林都知道，当高冷美艳校花化身成恋爱脑，他的攻击波能将你的多巴胺拉到爆。而这个哥布林头子在大庭广众之下，竟也能轻松拿捏大校花顾晨曦。皮太阳大口呼吸着学校的空气，啊，这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气息，简直太棒了。一旁的王琦也点头赞同。消毒水的味道我算是闻够了。是啊是啊，为什么无双哥你一点也不激动啊？我为什么要激动？单人病房里也没啥消毒水的味道。听我这么一说，皮太阳立马竖起了中指。我因为食物中毒被顾晨曦安排到了单人病房，不像他们3个挤在普通病房。滚吧，你这个投入富婆怀抱的混蛋！我白了他一眼，也懒得和他废话。可没过多久，他又凑了上来。那啥，顾晨曦不是还有个妹妹？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皮太阳。你想傍富婆想疯了？他妹妹才上初中。皮太阳摸着下巴说道。没事，也就6、7岁的差距，我等得起。出生啊，小女孩都不放过。我靠，我就开个玩笑，你们还当真了？在你们心里，难道我就是这种人吗？快到男生宿舍楼下的时候，王琦拍了拍我的肩膀。哎，无双，你快看，那好像是顾晨曦呢。顺着王琦手指的方向看去，一辆粉色保时捷停在男生宿舍楼下。顾晨曦手里捧着一束超大的花，他的周围聚满了看戏的人，我有些头疼。这家伙又想做什么？我先去避避风头，你们帮我应付一下。我转身就想跑，可是皮太阳却贱兮兮的朝着顾晨曦招了招手。顾校花，看这边。哎，于无双，别跑！说完便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走了过来。你出院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你这段时间天天给我送好吃的，出院当然不能再麻烦你了，对吧？可他当然不相信，瞪着我说道：“我看你分明就是嫌我碍事，才没告诉我的。”真没有。这时他也没有继续这个问题，当着一众吃瓜群众的面，将手中的花塞到我的嘴里。恭喜出院，送你的。可就是这一举动，直接羡煞了周围吃瓜的群众。可恶，手里的奶茶突然变成了狗粮。分开买，一个买南极，一个买火星，只能祝他们幸福。等一下，那他们可是我暗恋了整整1年的高冷女神啊！各位兄弟，你们的身份证复印件掉地上了。皮太阳羡慕的后槽牙都咬碎了。富婆，我也想要富婆，我也想要大花花。王琦则是抱着雪儿送的小花束，心满意足地说。我觉得雪儿送我的花已经是最独一无二的了，嘿嘿。我看了看手里的花束，上面插着一张手写的贺卡，健健康康，晦气全部跑光光。我没忍住笑了一下，顾晨曦的脸色也悄无声息的红润了一点。这花和小鸡炖蘑菇一样，
也是你妹妹让你送的。她求着我送的，我才不会这么无聊。小孩子真麻烦。那你替我谢谢轩轩。顾晨曦不甘心的咬了咬嘴唇。凭什么谢他？我这么用心给你写的贺卡，你都不谢谢我，我真的要生气了。不是他让你送我的吗？我肯定要谢他。被我这么一说，顾晨曦也突然反应了过来，他小脸一红，有些尴尬。但是这也是我送来的呀，你难道不应该先谢谢我吗？好像还真是，那就谢谢顾大美女帮忙送花，到时候给你个5星好评。听到后半句，顾晨曦才反应过来，于无双这是把自己当成跑腿了。他突然有些后悔了。你滚蛋！早知道就不嘴硬说是妹妹送的了，这傻子还真信了。来，给你配送费。我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根棒棒糖，顾晨曦看着那根棒棒糖，微微一愣。咋了？看不上？那我自己吃了。他一把夺过棒棒糖，送给本小姐的东西，你岂敢收回去？哼！然后傲娇转身走上了车。宝宝送我棒棒糖了。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遇到什么喜事了？没事啊。沈霞走了过来，看着桌子上那颗棒棒糖，有些不解。这该不会是于无双送你的吧？顾晨曦歪了歪头，露出了甜甜的笑脸。你怎么这么聪明？我看是你傻了吧？我说大小姐，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看上这么个一穷二白的傻小子，送你个棒棒糖都能开心成这样。顾晨曦抿了抿嘴，抓着棒棒糖说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棒棒糖。咋的？这是王为师里的棒棒糖？”沈霞翻了个白眼。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被那个叫于无双的傻小子中了什么超级恋爱脑蛊。小霞，我现在的样子很像恋爱脑吗？沈霞撇了撇嘴。何止是像，你就是。听到这话，顾晨曦立马收起棒棒糖，恢复了那副生人勿近的表情。那现在呢？沈霞点了点头。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得到肯定后的顾晨曦再次露出笑容。那就好，可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不然他会有心理压力的。我可得隐藏的好点。顾晨曦，加油！沈霞听完，瞳孔地震般看着他，抱着脑袋，一副世界观崩塌了的表情。疯了，疯了，全都疯了。第二天，你今天怎么突然想来食堂吃饭了？一直听说食堂的饭菜难吃，我很好奇有多难吃。Oh no！ 沈霞知道这么多男生围着看顾晨曦，她肯定也会不自在。她能来食堂吃饭，肯定是为了来偶遇于无双的。你可不是个喜欢找罪受的人。于无双不在，看来你今天的计划要落空喽。胡说，我可没有偶遇他的计划。好好吃你的饭吧。很难想象他每天都吃这种东西充饥，心疼我家宝宝1秒钟。正当他们2人准备离开时，沈霞看到不远处朝这边走来的3个身影，十分眼熟。等等，那好像是于无双他们。我和陈志睿、皮太阳3人来到食堂准备干饭，远远的就看见食堂2楼坐满了。顾校花，沈美女，晚上好呀。我原本不想凑热闹，打算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就吃饭的，但皮太阳这小子就非要看看这边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于无双，你跑什么？没跑，我看这边没位置了，准备重新找个位置坐呢。顾晨曦闻言没有说话，身子朝窗边挪了挪，空出了一个位置。坐。这多不合适啊！我们3个糙汉去其他地方吃，就不打扰2位了。没事，我已经吃完了，坐下。我本想再次开溜，被顾晨曦这一声冷喝，腿就不听使唤的一软，竟直接坐到了他旁边。一旁的陈志睿扯了扯皮太阳的衣服。皮哥，我们还是别坐过去了吧，我有点害怕。可皮太阳却不打算走，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沈霞身上。没有人能拒绝大波浪御姐，还是前凸后翘的那种。要走你走，反正我不走。我和义子们去食堂吃饭，不料高冷校花早已等候多时。坐下。皮哥，我们还是别坐过去了吧，我有点害怕。要走你走，反正我不走。沈美女，能不能？不可以。沈霞冲他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一脸无情的打断了他。我屁股大，必须坐2个位置。没事没事，我和朋友重新找个位置。被拒绝的皮太阳拉着陈志睿灰溜溜的离开了。面对这个抛弃队友的小人，我在心里狠狠把他骂了一顿。给你。顾晨曦从包里拿出一瓶柠檬茶，放在了我面前，冷冷说：“买太多了，喝不完才给你的，可别多想。”你直接都说出来了，我也没来得及想啊。谢谢。我礼貌的回了一声，然后打开柠檬茶喝了一口。刚放下瓶子，就看到顾晨曦一脸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味道怎么样？挺好喝的。
算你有品。听到夸奖的顾晨曦露出满意的微笑，也拿起自己手里那瓶柠檬茶喝了一口，然后继续吃起了餐盘里的饭菜。你不是说不吃了吗？我可没说。小霞，你要是不想吃了，就先走吧，我把碗里剩下的吃完再走。沈霞听到顾晨曦的话，嘴巴张得老大，下巴都快掉到地上去了。这死恋爱脑真的没救了。我看着顾晨曦碗里的菜，不好吃的话别勉强自己。你们比较少来食堂，不知道哪些菜好吃，像那2道菜的油量比较大，我们经常来的人点的都不多。说完，我将自己的餐盘推到顾晨曦的面前。我还没吃，或许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尝尝。这一举动让沈霞像是发现了什么乐子，内心暗自窃喜。小溪可从来不会吃别人碗里的食物，臭小子，等着挨骂吧。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尝一口好了。他居然吃男人碗里的食物，小溪他被夺舍了。看到满脸震惊的沈霞，顾晨曦有些不好意思。小霞，你不是急着去开招新的会吗？要不你先走吧，我过会来找你。沈霞歪了歪头看着他，质疑的眼神仿佛在问他：你为了一个男人要赶我走？顾晨曦心虚的不敢看沈霞的眼睛。你快去吧，我吃完饭马上就来。你要是喜欢的话，这份饭给你吃吧，我再去点一份。不用麻烦了，我饭量不大，刚刚吃的也差不多了，你吃吧。他的餐盘满满的一份饭菜，根本就没怎么吃。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于是试探的问道：那我从碗里分点给你。好呀。我也是没想到顾晨曦能答应的如此干脆。好家伙，这姐们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啊。而此刻顾晨曦内心的想法却是：宝宝真好，明明自己都没钱，只能吃最便宜的饭菜，还要把吃的分给我，宝宝真是太好了。我担心顾晨曦之前的古怪劲又上来，我下意识猛吃起盘里的食物，然后匆匆起身。你吃太慢了，我没空等你，我还要去图书馆抢位置呢。回见了您呐。哼。第二天，无双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一到顾家，顾晨轩就围在我的身边，像只小蜜蜂一样，嗡嗡嗡的闹个不停。你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是不是我姐又欺负你了？你别急，我等会就去找我妈告状。我笑着摸了摸顾晨轩的脑袋，怎么感觉你今天心情很不错？顾晨轩像只小猫一样，用脑袋亲着我的手掌。对呀，无双哥，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期中成绩出来啦。顾晨曦刚停好车，走进屋里就看到我正在对自己的妹妹使用摸头杀，她居然有些吃醋了。这个可恶的顾晨轩，我也要摸头，我也要。顾晨曦醋溜溜地对着两人冷声说道：你们还在客厅站着干什么？快点去上课。知道了，你凶什么凶？哼！顾晨轩干了个鬼脸，然后牵着我跑上了楼去。回到顾晨轩的房间里，他拿出期中考试的所有试卷放在了我的面前，双手叉腰，骄傲地说道：我这次可是全班第3哦。这么厉害啊，轩轩真聪明。我一点也不惊讶，如果顾晨轩平时上课乖乖听讲不调皮的话，以顾晨轩这聪明的小脑袋瓜子，就算不用自己的辅导也能取得好成绩。我讲过的题型全是满分，轩轩真的很棒呢。我把试卷整理了一下，很快就想好了今晚的教学任务。来，我给你讲解一下这些错题，下次争取拿个全班第1回来。授课结束后，顾晨轩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道：无双哥，我妈说我这次考得不错，要奖励我去迪士尼，你和我一起去吧。面对这小萝莉的邀请，我倒也没有拒绝，而是问道：什么时候？顾晨轩眨巴着灵动传神的大眼睛，期待地问：这周末你有空吗？应该有空。别应该呀。顾晨轩抓着我的手臂摇晃了2下，撒娇道：你肯定有空的对吧？架不住顾晨轩的撒娇，我苦笑了一下，点头说道：有空。顾晨轩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这就去和我妈妈讲，让她把你的票也买了。我刚想说让他不用给自己买票，可顾晨轩已经跑得没了踪影。过了一会，顾晨轩愁眉苦脸地回到了房间。我看着他那失落的模样问道：怎么了？不太方便带我一起吗？顾晨轩立马摇了摇头：不是的，我妈妈答应了，但是我姐……你姐不想让我去啊？我抿嘴笑了一下，也并没有太意外。顾晨曦这小妮子，昨天的古怪劲总算是过去了。顾晨轩却再次摇头否认：不是，是我姐也要跟着一起去。你姐要去？顾晨轩气鼓鼓地撅着嘴说：明明下午问她去不去的时候，她都说不去的。结果我刚和我妈说完要带你一起去，我姐就不知道从哪突然窜了出来，说要跟着咱一起去。
而且他还叫我妈妈不要去了，他带着咱们俩去。就因为这事啊？我还以为是顾晨曦不想让自己去，顾晨轩才愁眉苦脸的回来。你姐带你去，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呢？我才不要他带我去。顾晨轩接着嘴说道。他的胆小鬼，每次带我去游乐园都不让我玩刺激的游乐设施，明明是自己不敢，还说是为了呀。顾晨轩的话还没说完，顾晨曦不知何时居然来到了房间内。顾晨曦揪着妹妹的耳朵，冷峻的小脸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桃红色，他恶狠狠地在妹妹耳边说道：你在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耳朵揪下来？哎呀，疼！顾晨轩一边疼得呲哇乱叫，一边求饶。错了，姐姐你放过我吧。顾晨曦这才松开了手。妈已经同意了，这周末由我带你去迪士尼，还有你也跟着我一起去。他那不由分说的语气和高傲的态度，就好像并不是来提醒两人这件事的，而是像女帝王一样在命令。说完后，也不等两人回应，他就先一步离开了妹妹的房间。出门后的顾晨曦原本冷峻的小脸刷一下的变得通红。顾晨轩这个死家伙，干嘛在于无双面前揭我老底？太丢人了！顾晨轩捂着被捏得通红的耳朵，可怜兮兮的看向我。无双哥，你看啊，他这么凶，以后谁会要他呀？不像我只是个心疼哥哥的好妹妹。我被顾晨轩茶里茶气的话给逗笑了。还很疼吗？顾晨轩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委屈，说道：疼死了。因为今天来的太晚，家教结束后已经快12点了，再加上顾爸爸和顾妈妈两人的盛情难却，我便答应了在顾家借宿一宿。我在宿舍群里发了条消息，告诉3个室友自己今晚不回学，而消息刚发出去，宿舍群里立马炸开了锅。你现在该不会和顾校花在一起吧？不是，你小子还真把人骗到手了。哥，做好安全措施。想啥呢？我只是在人家家里借宿一宿。家里，你们见过家长啊？无双哥牛批。皮太阳更是直接发了一篇小作文。我看着皮太阳发的消息，有些无语，不知道这小子哪找的灵感。就在这时，顾爸爸走了进来，给了我一套他没怎么穿过的睡衣，让我换洗用。谢谢叔叔。不客气，你早点洗漱休息吧。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好，叔叔你也早点休息。我抱着衣服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浴室里，简单的冲了个澡。吹头发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莫名觉得有点小帅。吹干头发后，正当我打开了浴室门的一瞬间，一个人影就朝着自己扑来，还伴随着一声尖叫。我被吓得瞪大了眼睛，低头看去，顾晨曦正抱着自己的腰，手指在自己的小腹上来回磨蹭着。腰还蛮细的，好像还有腹肌，不确定，我再偷摸一下。我不解地问顾晨曦：你在干嘛？晚上好。什么晚上好？顾晨曦胡乱地说了一句，试图缓解尴尬，可越解释好像就越尴尬了。我是来用浴室的，你洗完了吗？洗完了，你用吧。行。顾晨曦点了点头，就准备往浴室里走，而我却突然叫住了他。等一等。哎，怎么了？你洗澡不拿衣服吗？对，我先回房间一趟。顾晨曦说完，又灰溜溜地跑回了房间。从楼下刚上来的顾晨轩看着匆匆回房间的姐姐，又看了一眼同样懵逼的我，有些不解。我姐怎么了？不知道啊，她要洗澡来着。顾晨轩闻言却皱了皱眉地说：我姐房间里有独立卫浴呀，为什么要出来洗澡？你问我，我哪知道？顾晨曦把脑袋埋进了被子里，趴在床上，半天也没动静。顾晨曦，你刚刚在做什么呀？你居然想偷看于无双，好尴尬，好尴尬！幸好他没发现，丢死人了。不过摸到了腹肌，好像也不亏。等等，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呀？我在未婚妻家借宿一宿，由于第二天起得太早，只敢在房间里等人来喊吃早餐。转眼半小时过去，终于等到顾晨轩来敲门喊我。无双哥，吃早餐啦！其他人赶时间都随便吃了点就离开了。偌大的餐桌前，只剩我和顾晨曦两人默默地在吃着早餐。早餐的味道很不错，我不由得吃了很多。可一抬头，看到顾晨曦冷冰冰地盯着自己看，美好的心情突然凉了半截。这个可恶的顾晨曦，他是不是在心里骂我吃的太多了？而顾晨曦冷冰冰的外表下，想的却是宝宝吃饭的样子好可爱，多吃点，多吃点。吃完早餐后，顾晨曦开着车带我回到了学校。刚从车上下来，就看到沈霞歪着头，眼睛瞪得老大。你昨天晚上没回宿舍，该不会是和他？
顾晨曦面色一红，用手在沈霞的肩膀上轻轻推了一下。小霞，你胡说什么呢？他给我妹妹辅导功课，太晚了，就在我家住了一晚。沈霞一听更惊讶了。啊，你们这么大胆，直接当着父母的面住到了一起。顾晨曦有些无语地说道。我家不止一张床，他住客房，我住自己房间。切，我还以为你们进展神速，已经开始造小。呜呜！顾晨曦捂着沈霞的嘴巴，生怕我听到些什么不该听的东西。他瞪了沈霞一眼。别胡说，你一个女孩子，脑子里怎么全是黄色废料？沈霞掰开顾晨曦的手。谁说女孩子就不可以这样了？说着，还挺了挺自己胸前那骄傲的2个资本。顾晨曦恶狠狠地凶了他一句。再炫耀，等会回宿舍给你捏爆。狠毒的女人，你就是羡慕。切，我不稀罕。顾晨曦一脸不屑，却又不动声色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心里小声嘀咕道：我的也不小好吧？不对，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呀？肯定是被沈霞影响的。而我只顾着给室友发消息，让他们帮忙拿一下自己的书，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奇怪的东西。皮太阳最先在群里回复道：好好好，你和漂亮妹妹在外面耍了一夜，早上还要我们给你带书，呸，渣男，想都别想。然后另外2人也纷纷效仿，发起了表情包。我也不废话，直接拍了一张自己站的座位发到了群里。本来还想着帮你们占个后排的位置，方便你们等会开小差呢，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3人一看，立马撤回了表情包。父王，我承认我刚刚说话的声音大了点。这还差不多，算你识相。来到座位上，皮太阳刚坐下，就抓着我的手臂欲要开口，我直接打断了他。昨晚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不用问了。皮太阳则是当场来了一个终止。废物，真没有你这样窝囊的逆子。我直接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见我不理他，皮太阳又转头看向了王琦。你可别学他，尽早拿下杨雪儿。王琦有些腼腆的挠了挠头，这可不行，我和雪儿才刚谈呢。刚谈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见他又在给纯情小少年灌输一些糟糕的思想，也是看不下去了，直接把他给拽了过来。你丫别当狗头军师了，自己谈一个去。皮太阳看着不远处正和顾晨曦聊得火热的沈霞。嗨，你以为我不想啊？我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于是嘴角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你不会对沈霞有意思吧？皮太阳难得一见的腼腆了起来。谁会不喜欢大波浪御姐呢？身材还那么哇塞。喜欢就冲，不要等他被别的男人骗到手了，躲在宿舍里偷偷听反方向的钟。皮太阳听完却是一脸都不想。你以为我不想啊？昨天晚上在食堂，你又不是没看到，还一点机会都不给我留。我心里突然萌生起了一个想法，于是便忽悠起了皮太阳。不给你机会，你就创造机会，拿出你的撩妹本领，3天拿下沈霞。他把脑袋凑了过来。怎么创造机会？等一下散会不就中午了吗？你邀请他去食堂吃个饭啊，谁会拒绝免费的午饭呢？他要是答应了，那机会不就来了吗？皮太阳听我这么一说，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立马竖起了大拇指。好主意啊，无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等等，但如果他不答应呢？不答应，你就死皮赖脸问他在哪个食堂吃饭，自己主动跟过去呗。去了再主动帮他付饭钱，他肯定会对你有好感的。皮太阳皱着眉头，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这操作不是当舔狗吗？我摇了摇头，说道：怎么会呢？像沈霞这样的女生就喜欢霸道总裁，你强势一点，她肯定对你爱得死去活来的。大师呀大师，没想到你这么会把妹。皮太阳顿时露出了敬佩之情。散会后，皮太阳就冲到了沈霞面前，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就感觉脚底一滑，然后腿一个完美的滑跪，跪到了沈霞面前。沈霞一脸懵逼的看着滑跪过来的皮太阳，半开玩笑的说道：这也没过年啊，你现在拜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我可没给你准备红包。沈霞身边的顾晨曦也好奇这小子想干嘛，已经预感到皮太阳会出糗的我，早就提前掏出了手机录像。皮太阳尴尬的脸一红，立马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说道：那个，我想。刚说了几个字，皮太阳感觉自己的声带像是被人摘了一样，半天也发不出声音来。沈霞皱着眉头问道：你想干嘛？刚刚那丢人的一幕让他的大脑有些宕机了，又看见我却捂着肚子在那大笑。皮太阳忽然灵机一动，他想请你们2位去食堂吃饭。顾晨曦和沈霞闻言纷纷转头，我笑容戛然而止，嘴角僵住，呆呆的看着皮太阳，心说这坑爹呢。去食堂的路上，皮太阳一脸的歉意。对不起，为了哥们的爱情，你就委屈一下吧。回宿舍我就把饭钱给你。我真是谢谢你了。我瞪了皮太阳一眼，但是也没多说什么，倒不是心疼钱，只是有些生气，这小子把自己给卖了。3人的饭钱加起来80多，本来倒是无所谓，但顾晨曦却不这么觉得。上次去百乐门救人的时候，就是穿的这件衣服，事后衣服出现了一点点破口，我自己都没发现，但顾晨曦却注意到了。
他的衣服外套破了，都没舍得买新的，没钱还请我吃饭，宝宝对我真好。我3两下就解决掉了餐盘里的食物，抬头正好对上了顾晨曦的目光，发现他的表情跟今天早上在他家吃早餐时候一模一样。我这中午也没吃他家大米饭，他为什么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而顾晨曦心里想的却是，要不要给他买2件衣服呢？他穿多大码的衣服呀？万一我买的衣服他不喜欢怎么办？哎呀，好烦呀！他在偷偷看我，喜欢我又不敢说，大傻子。这时皮太养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吃着饭，几次想开口向沈霞要微信，却欲言又止。看着他那怂蛋的样子，我也是实在忍不了了，直接帮他开了口。沈霞同学，实不相瞒，其实我室友。话还没说完，皮太养就把我的嘴巴捂得死死。他吃饱了，我送他回宿舍。说完就扛起玉无双跑出了食堂，留下顾晨曦和沈霞一脸懵逼，面面相觑。不是，你自己怂就算了，我帮你，你怕啥？算了算了，我不敢。哥们，我就是个小丑，面对喜欢的人话都说不出来，就我这种人不配拥有爱情。见皮太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我恨铁不成钢的骂了他几句。神经病！其实很多没谈过恋爱的人就是这样的，帮别人出谋划策的时候比谁都厉害，真的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中午饭钱多少？我转你。不用了，就当花钱买教训了。皮太阳不解地问道。花钱买教训是什么意思？没事，没什么意思。下午散会后，我本想回宿舍补觉的，可顾晨曦却在门口拦下了我。跟我走。顾晨曦拽着我的手臂，不由分说的就拉着我往楼下走。两人在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下，一路来到了车子前。顾晨曦打开了车门，我一脸的错愕。去哪呀？这也没到家教时间啊。先上车。顾晨曦说着，也不等我同意，直接就把我塞进了车。买衣服？我不缺衣服啊。都破成这样了，还说自己有衣服。你周末要是穿成这样和我去迪士尼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我没注意到这衣服破了，但是我宿舍里还有衣服。去迪士尼？还没说完，顾晨曦便伸出食指抵在了我的唇上。别废话，我送你2件新的。你为什么这么突然的要送我衣服？就因为周末要去迪士尼？被我这么一问，顾晨曦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好像有些莫名其妙。光想着带他出来买衣服了，没想好一个合理的借口，这下该怎么说？好烦啊，脑袋空空的。见顾晨曦板着脸，沉默了半天也没说一句话，我小心的试探起来。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穿很穷酸？顾晨曦似乎没听清楚，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等一下，他刚刚说什么了？哎呀，我居然承认他穿得很穷酸。顾晨曦，你都干了什么好事？他立马就想到安慰一下我。其实男人穷点没事，但是又穷又丑。但他刚一开口就感觉话不对味，立马又闭上了嘴巴。我很丑吗？不，我不是说你丑，我的意思是，男生要是有才华的话，穷点也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你觉得我又穷又丑，还没才华？原来我在别人眼里这么平凡吗？好喜欢这种被当成普通人的感觉。不是啊，我没有这么觉得。完蛋了，越描越黑了，他会不会被我打击的患上抑郁症啊？不行，我不能失去男朋友。想到这，顾晨曦心一横，一把拽住了我的衣领，一脸严肃认真。给我听好了，你一点都不差劲，你很优秀。他这是在夸我吗？表情好冷，有点害怕。走出电梯，来到一家品牌服装专卖店，年轻的导购立马带着笑脸迎了上来。喜欢什么衣服随便挑。我真的不缺衣服。先生，我们家最近上了新品，可以看一下哦，不买也没关系，可以试试看。不用，你先去忙吧。试一试吗？你的身材穿这件就很好看。顾晨曦见我如此抗拒买衣服，有些不解。是不是不喜欢这些衣服？楼下还有家巴宝莉，要不去看看他家的风衣。眼看顾晨曦铁了心要给自己买衣服，我有些架不住，但下一秒便有了主意。我知道有个地方的衣服还不错。什么地方？你跟我来。菜市街。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不是买菜的地方吗？也有衣服卖。我故作神秘的笑了笑，然后在菜市街寻找起摆地摊卖衣服的小摊。两人就这样绕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卖衣服的。顾晨曦脚都走累了，他开口问道：“你到底在找什么呀？”话音刚落，我忽然就指着远处说道：“你看，是陈之睿他们哎，就你们2个啊？王琦呢？他跟雪儿去约会了，我跟皮哥就是出来抓他们的。你们怎么知道在这能抓到他们？我偷看了王琦这小子的手机，他们约好了要来菜市街吃麻辣烫。对了，你们有看到卖衣服的小摊贩吗？
二街那里有个开3轮车的，拖着一整车衣服在那摆摊。谢了，你们慢慢抓，我们先走了。皮哥，我有点羡慕了。可恶，大校花竟然愿意来逛菜市街。在我努力的寻找下，还真就找到那个小摊贩。小伙子，我这也是实体店干不下去了，才来摆地摊的，看你也投缘。这3件衣服280，你拿走。顾晨曦听着摊主的话，瞪大了眼睛。280买3件衣服，这衣服真能穿吗？太贵了，50。顾晨曦像只呆呆兽一样，眼睛缩成了2个小豆丁，一脸懵逼的看着我。老板听完也露出了为难之色。不行不行，我这一件衣服成本都不止50，你想50块钱买3件，那我不血亏啊。那算了，不要了。我直接拉着还在掉线状态的顾晨曦，转身就要走，心里正在默数着3、2、1倒计时。等等，拿去吧，小伙子。卧槽，这么爽快，买贵了。50块钱3件衣服，我的价值观崩塌了。你不是还说亏本吗？不能让你亏太多。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不买了。老板见我要走，直接把那3件衣服装进了袋子里。没事，小伙子，我亏点就亏点，主要是想交个朋友。算了算了，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买了衣服就没钱给女朋友买暖乎乎的帽子了。说着，我将目光落在了他车里的那顶小熊耳朵毛绒帽上，这个刻意的细节立马就被老板捕捉到了。哦，他抓起那顶帽子。我这也有毛绒帽，暖和的嘞，而且还很有设计感。实体店要卖你几百块钱呢，15块钱，搭着你这3件衣服一起65卖你了。我挑了挑眉，对摊主笑着：“老板，你都说交个朋友了，50块钱全给我呗。”这次摊主犹豫了1秒，卖。卧槽，这都有的赚。付了钱，我拉着顾晨曦开开心心的走了。老板也开心的给老婆发了个消息。刚出摊就怒赚35，晚上给你买排骨吃。只有顾晨曦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从小到大的生活认知让他难以相信50块钱能买3件衣服，还有一个厚实的冬帽。快试试，看看喜不喜欢。顾晨曦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小熊帽，那2只圆圆的小熊捏着软乎乎的，他试着戴在了头上，冷酷的小脸搭配着这可爱的帽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反差萌。这应该是顾晨曦长这么大以来收到过最廉价的一个礼物，一个和他非常不搭的可爱的毛绒帽。宝宝对我真好，更爱他了，嘿嘿呀！突然，顾晨曦大叫了一声，好像是我带你来买衣服的，怎么现在变成你送我东西了？闻言，我有些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无所谓了。顾晨曦低头想了想，去商场里，我再给你买2件吧。别，我宿舍里真的还有很多衣服，不要浪费钱了。那我给你转50，这几件衣服就当是我送你的了。不用，50块钱而已。那怎么行？你今天中午请我和小霞吃午饭，都花了80，衣服钱我必须帮你出。把收款码打开吧。一想到自己如果不答应的话，他就真得自己拽到奢侈品店里去了。权衡之下，我还是打开了收款码。我不买衣服，顾晨曦也没兴趣逛商场了。2人决定找个地方吃饭，吃完了就回学校。忽然，一群围观在一起的野生大学生引起了顾晨曦的注意。哎，他们在那做什么呢？男人把中奖的彩票在口袋里揉成了一团，接着又摆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了烂掉的彩票。我2张都没中奖，看来你的运气确实比我好呢。我撒谎时下意识摸了摸鼻子，有时紧张也会这样。而顾晨曦骄傲的小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嘿嘿，那当然，姐中奖了，姐请你吃饭。看到顾晨曦这么开心，我也没来由的笑着答应了。原来顾晨曦从小就没穷过，也没有了解过彩票这种东西。野生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玩刮刮乐，路过的顾晨曦瞬间便来了兴趣。刮彩票好玩吗？你没玩过，要试一试吗？好呀。他语气充满好奇，我便去彩票机前排起了队。结果2张彩票刮完，全都没中。只见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为什么都没有？或许今天运气不好，下次再来。不行。想不到顾晨曦胜负欲竟然如此之强，我只好看着他往彩票机跑去。很快他就拿着4张彩票走了回来。这次我们1人2张，看谁的运气好点。万万没想到，这回我竟真刮出了500块钱。再看向顾晨曦，他还和刚刚一样，一点点慢慢的刮着。忽然他眉开眼笑，举着彩票。中了，我中了50，你呢？你中了多少？他像是展示宝贝一样，举着中奖的彩票。我实在不忍心赶出去，情急之下便隐瞒了中奖的事实。顾晨曦看我没中奖，叉着腰，得意洋洋的要用50块奖金请我吃饭。早知道就去吃私房菜了。在商场吃是这样的，很多预制菜口味都一般般，私房菜可是要提前预约呢。上次就差点露馅，我可不想再带他去。顾晨曦听了我说完，却在想，我今天预约的话，明天不就又有理由和他一起去吃饭了？
那我们今天预约，明天去，怎么样？我明天有事情，没时间啊。听他说要预约，我立马摆手拒绝。可顾晨曦还是有些不死心的追问。那我约后天的。后天也不行。大后天呢？大后天咱们满课。你就是不想和我出去吃饭呗？没有，怎么会呢？在学校食堂不也一样吃吗？对吧？我请你在食堂吃。还以为他是不想和我一起吃饭呢，原来是不舍得让我多花钱啊！宝宝果然是爱我的。有人。这次回来，于无双并没有打包剩饭，50块钱的食物和顾晨曦2个人刚好吃完了。你去买衣服了？逛街的时候在摊子上挑了2件。无双哥，我还是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别卖关子，有屁快放。你现在天天和顾校花同进同出的，也该买2件像样点的衣服了，老穿这种地摊货。有点道理，怪不得顾晨曦今天非要带我去买名牌的衣服呢。如果我真的穿这些和他去游乐园的话，以他的脾气肯定会生气。另一边的女生宿舍，沈霞看着顾晨曦刚从浴室出来的模样，都惊呆了。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怎么了？我戴着不好看吗？可爱啊！另外2个室友纷纷夸奖道。顾晨曦露出了一个得意洋洋的笑容。正因为可爱，所以才不合理呀。沈霞双手按在顾晨曦的肩膀上，一脸认真。这个帽子应该不是你自己买的吧？于无双送我的。小溪，你变了，你居然为了一个男人做出改变，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哪有变啊？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顾晨曦脸色突然一红，嘴硬地说。只是突然想尝试一下这种风格，我才没有为了谁而改变。第2天上午，因为昨天答应顾晨曦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散会后我便在门口等顾晨曦。顾晨曦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后，跟着沈霞一起走出了教室。走吧，去3食堂。好。顾晨曦点了点头，沈霞却在一旁轻咳了一声，然后对我使了个眼神，小声说道：包。得到沈霞示意的我先是一愣，随即立马反应了过来。我帮你拿吧。好呀。3人一起来到了3食堂吃饭，顾晨曦却抢着买单。你那点钱还是留着自己花吧，不用你请，你陪本小姐吃饭就行了。你小子到底是有什么魅力？短短几天就把我闺蜜迷成了智障。我啥也没做呀。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到1个月的时间，顾晨曦态度转变如此巨大。等等，难不成他发现我是他的网恋对象了？很快我就把这个不切实际的可能抛之脑后。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件事的话，早就跑来直接质问自己。一定是最近频繁接触，才让他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对，一定是这样的。算了，我也懒得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追到他的。你应该还没和他表白吧？表白？没有。你小子，他都给你送早餐了，还带你去买衣服，还请你吃饭，这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难道你还等着他主动和你表白啊？那我要和他表白，你说呢？沈霞朝这边白了一眼，看到顾晨曦回来了，就不再继续说话。相比于表白这个词，或许应该说是坦白才比较合理。现在和顾晨曦的关系肯定是破冰了的，他应该不讨厌自己了。既然沈霞说要自己表白，那就证明顾晨曦肯定对自己有点好感的。要不找个机会坦白吧？走呀，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回到宿舍，王琦正在给女朋友发信息。老王，问你个事。什么事？你说。我有些难以启齿，犹豫了片刻。你表过白吗？你是怎么和杨雪儿表白的？我和雪儿啊。一说起女朋友，王琦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说完后，他还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你小子突然问这个干嘛？这还用问？他这是准备和顾校花表白呢。真的，无双哥准备表白了？算是吧。我有些腼腆地挠了挠头，皮太阳却贱兮兮地说：呦，你还娇羞上了，可恶！宿舍里马上就有2对情侣了。话说回来，你们觉得在游乐园表白怎么样？我抬头看向3人，王琦竖起大拇指。好啊，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这么浪漫。陈志睿也开动脑筋想了想，游乐园人好多的，感觉有些社死。顾晨轩说过，他姐是社恐，当着那么多人面和他坦白的话，太不照顾他的个人感受了，还是得再思考一下，不能太草率了。皮太阳却一巴掌拍在了志睿圆圆的脑袋上。怕什么？就要人多才有氛围。你想想，那么多人见证你们的爱情，多浪漫。陈志睿摸着脑袋，点了点头。好像也是。校花每次出门都不跟男友商量，却总能穿着跟男友一样的情侣装，就算被妹妹无情拆穿，也拒不承认。姐，你和无双哥是情侣装啊？
才不是，我只是正好今天想这么穿，绝对不是为了跟于无双穿得像情侣装。看着顾晨轩捂着脑袋跑来要安慰，我摸了摸他的脑袋，有些熟练的哄了起来，但顾晨曦却吃醋了。小绿茶装的还挺像，我才不是绿茶呢，我可是无双哥的好妹妹，哪像你，你这么暴力，要找不到男朋友的，你找打是不是？顾晨轩当然是找打，也许是因为他还小，不知道女生遇到喜欢的男生会矜持，这么明目张胆的拆高冷校花的台，自然免不了被 K 一顿。而顾晨轩不知道的还有，昨天晚上姐姐顾晨曦就和于无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原来顾晨曦是我网恋了1年的网恋女友，更是我的同校同学。阴差阳错下，我应聘成了她妹妹的家教。但因为之前在学校说过顾晨曦坏话，担心坦白后会变得尴尬，我便一边瞒着这事，一边若无其事给顾晨轩辅导功课。可不久之后，顾晨曦通过我和她妹妹的网载开黑战绩，也发现了我竟是她网恋男友的真相。一阵相处下来，顾晨曦对网上的宝宝就在眼前这个事，竟然欣然接受了，甚至还芳心暗许化身恋爱脑，就连于无双说过她坏话的事也自动忽略了。在闺蜜沈霞的怂恿下，顾晨曦决定在游乐园和于无双告白。而我通过和室友皮太阳他们借来勇气后，也同时下定决心，在约好去游乐园的周末跟他坦白。为此，我特意买了几件新衣服，担心快递太慢，还特意加了很多钱换了私人特款。不料刚拿完快递，就遇到顾晨曦和沈霞刚从学校的超市回来。晚上好，你很急着回宿舍吗？不，怎么了？要不一起去逛逛？当然得去逛逛，最好今晚都别回来。两人都计划着明天向对方表白了，既然刚好巧遇到，还不趁机再试探了解下对方？好呀。顾晨曦几乎没有犹豫，便脱口而出：那我先回去了，你们聊吧。沈霞拎着2袋东西，跑得飞快，好像生怕会影响到两人约会似的。你先等我一下。我回宿舍把快递寄存在宿管阿姨那里后，就立马跑了出来。此时顾晨曦正站在路灯下，踮着脚尖，无聊地看着自己的影子。我快步走了过去，顾晨曦抬起了头，她抿着嘴，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一双凤眼灵动含情，眼眸里似乎全是我的影子。要不去操场走走？操场好无聊的，我们逛校园吧。其实是操场上人太多了，她社恐，所以想在学校里找个安静无人的地方散散步。我和顾晨曦慢悠悠地走着，一路从生活区走到了学校的教学区。已经走了这么远，我还没说话，顾晨曦有些急了。这个笨蛋为什么还不说话？难道要我先开口找话题吗？他喜欢什么颜色的花？直接问，是不是目的太明显了？两人各想各的，气氛似乎有些尴尬。谁知前面突然传来几声动静，打破沉默。嘘，仔细听。顾晨曦闻言皱了皱眉，竖起耳朵，也不知道要听什么，反正就认真的听着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你轻点摸。嘘，你小点声。没事，这个点谁来叫学楼啊？我拉着顾晨曦悄悄靠近，看到一对小情侣正在互相啃嘴，我俩躲了起来，偷偷的看着戏。顾晨曦看到那女生居然如此大胆主动，心里害羞又好奇，亲嘴到底是什么感觉啊？此时的我依然牵着顾晨曦的手，一个腹黑的想法油然而生。等会我拉着你跑，你可别拖后腿哦。顾晨曦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对着亭子里闪了2下，然后压低了声音：谁大半夜跑来教学楼偷东西？这操作直接把亭子里的2人吓得惊叫一声，撒丫子就跑，几秒钟就没了人影。哈哈哈，你好坏呀！差不多了，等会他们反应过来，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也跑。我看着跑远的2人，也牵起顾晨曦跑了起来，一路跑到了商院和信息学院交界处的小桥上，才终于停下了脚步。我喘着气，看着脸部红心不跳的顾晨曦，我有点疑惑。你体力这么好的吗？我有夜跑的习惯，从小养成的。厉害！顾晨曦微微凑近我，坏笑着说：没想到你看着这么正经的人，居然也能干出这么坏的事情啊！谁告诉你我是正经人了？再说了，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学校降低生育率，好吧？生育率？你怎么这么好玩？顾晨曦没绷住，又咧着嘴大笑了起来。我歪头看着笑颜如花的他，你还说我？你不也一样吗？不校花。我怎么了？平时总看你冷着个脸，结果却跟着我一起干坏事，还笑得这么放肆。反正都上了你的贼船，我能有什么办法呀？顾晨曦说着，假装无奈地耸了耸肩，样子有些可爱。你今天喊我出来散步，应该不只是为了散步吧？还真让你说对了，其实是想和你咨询一个问题。顾晨曦眼前一亮，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你。那你先说。不行，你先说。还是你先吧。我俩谦让了半天，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到了明天还是什么都问不出来。女孩子喜欢收到什么颜色的花啊？我哪知道，反正别人送给我的花我都不喜欢。顾晨曦似乎还没意识到我要送花给他。5颜6色，颜色越多越好。真的吗？顾晨曦傻傻地点了点头。真的。顾晨曦看着挺有品味的一个人，没想到喜欢5颜6色的花。
这品味还挺独特，五颜六色的花上奶弄，这不是为难我吗？男生一般收到花会开心吗？顾晨曦在心中暗道。好险，差点就说漏嘴了。我哪里知道，我又没收到过花，好像也不对，我收到过一次，就是出院那天他给我送的。我似乎也没有意识到顾晨曦想要送花给我。男生不需要花，因为他们死翘翘后，花会从坟头上自己长出来。你还挺幽默，小霞果然在骗我，男孩子根本就不喜欢花，我明天该送什么给他呀？烦死了。之后我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一边往回走，我又问顾晨曦喜欢什么礼物，他说喜欢的人送给他的礼物都喜欢。顾晨曦也问我男生收到什么礼物会开心，男生收女生的礼物犯法，建议直接送银手铐。顾晨曦居然天真的在想，买一副银手铐需要多少钱呢？两人的互相试探就这么荒唐的结束了。我把顾晨曦送到了女生宿舍的楼下，顾晨曦虽然心里很不舍，可表面上却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拜拜，明天见。明天见。此刻的我俩像极了刚在学校里约会完的小情侣，我俩现在就像是还有一张似有若无的糯米纸，仅仅只需要一滴水就能捅破这层障壁关系更进一步。等一下，怎么了？今晚月色真美啊！顾晨曦愣了一下，心里有些失落，脸上却没表现出来。很美。今晚月色真美，风也温柔。对，很美，但是有点冷，你早点回去休息啊。好。我抿着嘴笑了笑，转身后又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个笨蛋不看动画片呢呀？什么？你说什么？于无双对你说今晚月色真美了？是啊，怎么了？顾晨曦一脸茫然地看着沈霞，沈霞一脸严肃。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对，很美，但是有点冷。怎么了嘛？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顾晨曦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他有没有补充别的？哈，他后来又说了一遍今晚月色之美，然后说风也温柔。你这个大傻瓜，他这是在和你表白啊！你居然没听出来啊！懒得和你解释了，自己百度去吧，我要被你气死了。沈霞说完，转身爬上了床。顾晨曦立马掏出手机，在搜索栏里打下了今晚月色真美，风也温柔是什么意思？几秒钟后，他绝望了，声音响彻了女生宿舍。哎呀，我居然错过了这么浪漫的告白啊！我该死啊！终于到了周末，是我和顾晨曦姐妹一起去游乐园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新买的衣服，花了不少钱吧？也没多少。不错，很帅。我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上车吧。我坐着顾晨曦的车去到了他的家里，顾晨轩已经换上漂亮的小裙子，等着姐姐来接她了。你们怎么才来呀？你该不会把我忘了吧？我怎么敢把你忘了？动不动就找老妈告状的家伙！你等我一会，我上楼换件衣服，你先陪无双哥玩一会。好的。无双哥，你今天好帅呀！顾晨曦回到房间，看着衣帽间里那一柜子的衣服，陷入了为难。换好衣服，化完妆的顾晨曦刚一走下楼，顾晨轩就开始吐槽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好了，咱们也该走了。最后还是我出手，才救下顾晨轩的小命。等顾晨曦家的司机送我们到了游乐园。呀，你要死呀！一惊一乍的怎么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啊？那不排队，你还想插队不成？这一个个排，我们一天下来都不一定能玩到2个项目。哼，早知道这么多人，我就该让妈给我们买张 VIP 卡了。听到这话，我突然眼前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说完我便跑没了踪影。没过多久，回来时我的手里还拿着几张金色的卡片。我爸爸的朋友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刚刚找他弄到了3张快速通道票，可以不用排队。哇！顾晨轩抓着那张精美的卡片，一脸崇拜地看着我。无双哥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弄到，你是超人吗？我笑了笑，没有多言。顾晨曦看了看手里的票，心中有些狐疑。怎么了？我其实也有点忐忑，害怕他继续追问。而顾晨曦看着我的脸，脑子立马就变得一片空白。成年人的判断能力早就没了。没事，宝宝心疼我，不想让我排队，还给我弄来了 VIP 卡。宝宝对我真好。就这样，我们仨在所有人羡慕的目光中进入了游乐园。进来以后，顾晨轩就吵着要去坐过山车，我自然示意他的意。我不去了，于无双，你带他去玩吧。顾晨曦有点害怕，更不想在我面前出糗。你真的不一起玩吗？我不玩。见他这么抗拒，我也就没再多问。我姐姐就是害怕，不
不敢玩，他是胆小鬼。谁是胆小鬼了？待会无双哥，你可要保护我。如果我害怕的话，就靠在你怀里好不好？不行。在妹妹的激将法和恋爱脑的联合作用下，顾晨曦抛弃了恐惧。我才不怕，我要和你们一起玩。真的吗？你可别嘴硬啊！等会过山车启动了，可是没办法停下来的。谁嘴硬啊？倒是你可别吓得尿裤子才是。于是，在他的忽悠下，姐姐成功的被套路上了过山车。在检票之前，顾晨轩对我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无双哥哥，我已经帮你把他骗上贼船了，剩下的就靠你了。你在笑什么？你该不会是在嘲笑我吧？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害怕才不敢玩的？不，怎么会呢？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所以才笑的。真不是在笑话我？当然不是。那就好，我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坐过山车。你最棒了。我觉得他倔强的小模样有点可爱，好像在哄小孩子一样。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什么都不会的小朋友了？我才不用他哄我呢。顾晨曦倔强的想着，可脸上的笑容却难以掩饰。深夜，女人关了卧室的灯，悄悄摆出了5个不倒翁沙袋。第二天在游乐园，她看准时机，哇的一声大哭，用昨晚练习的动作往男友身上一跳。再也不玩了，过山车一点也不好玩。过山车确实不好玩，但是你能不能快点从于无双身上下来？之前妹妹顾晨轩考试拿了全班第3名，顾妈妈奖励她到游乐园玩1天。我作为顾晨轩的家教老师，也被邀请过来陪顾晨轩，而暗地里我还是姐姐顾晨曦的网恋男友。为了释放学习压力，第一个项目顾晨轩就提议玩过山车，还用激将法骗胆小的姐姐一起。恋爱脑的顾晨曦怎么也没想到，本来是为恐怖屋准备的树袋熊抱法，可刚从过山车出来就下意识用掉了。好，不玩了，都结束了。而顾晨轩看到这一幕，露出了一个腹黑的笑。只见他偷偷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哈哈，我姐的黑历史，以后就拿这个威胁她。我抱着顾晨曦，一边哄着她，一边带她来到 VIP 专属的休息区，还给她买了个糖。顾晨曦一边哭一边吃糖的样子，让我突然有一种在养女儿的错觉。吃完了糖，顾晨曦泪眼婆娑地说了一句：“这个糖不甜。”我看着哭哭啼啼的顾晨曦，又看了一眼正在坏笑的顾晨轩，直接把他拽了过来，推到了顾晨曦面前。谁惹哭的谁哄啊！这也不能怪我吧？你就不该用激将法骗他坐过山车。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吗？他现在处于一个脆弱的状态，你好好哄他，争取1天时间直接拿下我姐。我有些哭笑不得。见过姐妹关系不和的，还是第一次见帮着外人追姐姐的。这妹妹胳膊肘往外拐啊。之后我又带着顾晨曦买了好多糖，哄了好半天才把她给哄好。顾晨曦不敢继续回想刚刚那些丢人的画面，发生了这么尴尬的事情，他都有点害怕今晚自己的表白能不能成功了。怎么了？刚刚的事情全都忘掉，那不是我，那是……我懂了，其实你有多重人格。刚刚哭的那个顾晨曦是你的胆小人格，现在的顾晨曦才是你本人，对吧？对。我刚刚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顾晨曦面红耳赤，他感觉自己心跳的有些快，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不知过了多久，他又开口：“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幼稚，故意把我当小孩子哄呢？”没有，怎么会呢？太多了，我一个人吃不完，你帮我吃一点。行。为了保持形象，顾晨曦都是用手撕的，一点点的吃。可我的吃相可没顾晨曦那么斯文，当时直接撕下一大坨，一口塞进了嘴里，然后嚼吧就咽下去。顾晨曦上一秒还在幻想2个人一起同吃一个甜甜圈的画面，下一秒就被我这操作看得瞪大了眼睛。不对吧？这剧本上也不是这么写的呀，他一口有那么大，直接给我吃完了。怎么了？没事。吃完，我注意到顾晨曦把琳娜贝尔的贴纸放进了包包里。我经常在她的身边看到琳娜贝尔的周边。你很喜欢琳娜贝尔吗？想不想去摸摸琳娜贝尔的肚皮？闻言，顾晨曦瞪大了眼睛，像个天真的小女孩一样。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听说还有隐藏奖励呢。我和顾晨曦来的时候，这里已经聚了不少人，还有一只琳娜贝尔人偶站在中间，朝着大家挥手。我朝那个人偶招了招手，他立马走了过来。顾晨曦眼中充满期待。可以摸一下你的肚子吗？谢谢。被摸完肚子的琳娜贝尔拿出了一张邀请函，递给了他。哇，这是什么？这好像是巡游领航嘉宾的邀请，他在邀请我们2个人当巡游嘉宾。说完，我朝远处点了点头。一个穿着工作制服的小姐姐走了过来。恭喜2位被挑中了，可以来当我们花车的巡游嘉宾吗？可以坐在花车上面游玩全程哦。花车巡游的队伍最前面，被所有人围观。
不行，想想就恐怖。顾晨曦说着，向我身边靠了靠。小姐姐闻言苦笑了一下，看向了我。没事的，我陪你一起啊。虽然顾晨曦内心是抗拒的，但是在于无双的鼓励下，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坐上领航车，现场观众十分热情的在向两人招手。顾晨曦内心有些紧张，下意识的伸手去抓我的胳膊。没事，别紧张，你看大家都在朝你招手呢。我还是有点紧张。为了帮顾晨曦消除紧张的情绪，我想到了讲笑话的办法。螃蟹不是横着走路吗？有一天他出门不小心撞到了泥鳅，泥鳅很生气的说：“你是不是瞎呀？”螃蟹说：“不是啊，我是螃蟹。”顾晨曦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周围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下露出了这样的笑容。眼看这个办法确实管用，我便继续给他讲起了笑话。这一刻，顾晨曦和我十指相扣，他的心中不再恐惧了，他笑得很灿烂。要现在表白吗？可是晚上还有一场烟花表演呢。好想现在和他表白，可是人好多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亲，直到花车驶向了终点，两人始终都没有把心里那3个字讲出来。你们去花车巡游，为什么不带我玩？之后的一整个下午，两人所有的时间全用来哄顾晨轩了。一番折腾下来，3人一起来到了餐厅吃饭，吃完又给姐妹俩一人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就去到 VIP 观赏区，等待着今晚的烟花表演。顾晨轩可坐不住，他在偌大的观赏区里蹦蹦跳跳的，像只活力无限的小兔子。无双哥，你这个 VIP 卡真的好厉害呀！你爸爸的朋友真的只是普通工作人员吗？对。我心虚的看了一眼顾晨曦，从刚刚开始他就没再笑了，表情有些严肃。我挑明身份之后，他该不会生气吧？万一他拒绝我的表白怎么办？后面可全是人看着呢。我主动把事情挑明了，他该不会生气吧？我该怎么办？好紧张。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湖中央城堡在绚丽多彩的灯光的映衬下，如童话般的仙境从梦中跳了出来，毫不吝啬地向在场众人展示着她的美。你在笑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你想听吗？月亮照回湖心，野鹤奔向闲云。这句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你猜？猜你个大头鬼！学聪明的顾晨曦直接掏出手机，准备问一下度娘。不许作弊！你就告诉我吧，我读的书少，哪有你聪明？等烟花秀开始了，我再告诉你。原本还有一个小惊喜要给你呢。什么惊喜？你猜？你学的还挺快。那还不是你教的好，无双老师。无双老师，说起来，如果不是当了他妹妹的家教，或许现在都还不知道顾晨曦是自己的网恋女友呢。其实，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什么事？你是不是有个网？是你，我知道。过了半晌午才回过神来。你猜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顾晨曦看着我傻眼说不出话来的模样，双手叉腰，满脸傲娇地说：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子带我妹妹打游戏的时候不换号，被我抓到了吧。万万没想到自己掉马甲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带顾晨轩打了几把游戏。那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没有揭穿这件事，而是继续陪我演戏？你先回答我，为什么知道我的身份了，却等到今天才挑明？怕你会不喜欢我，这个理由够吗？够，因为我的理由和你一样。所以他也喜欢我。于无双，烟花表演还有几秒钟就开始了，就趁着现在赶紧表白。我喜欢你。两人同时掏出了口袋里的礼物，将礼物送给了对方，甚至是同一时间开口告白。你不是说女孩子都喜欢五颜六色的花吗？五颜六色的烟花也算花吧？算，当然算。还有这个，戴上这块手表，你就是我的人喽。顾晨曦红着脸低下了头，再次抬头时，他手中是一条很漂亮的银白色手链。收了本小姐的礼物，你就归我所有了。我喜欢你，是我先喜欢你的。我把他送到女生宿舍楼下，顾晨曦却舍不得松手。再不进去的话，宿舍门就要关喽。等一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你今晚那首诗的后半段还没告诉我呢。月亮照回湖心，野鹤奔向闲云，我不如你。这年头的小情侣在宿舍楼下就开亲了。
这两个人怎么越看越眼熟？三个闺蜜把校花美女绑成一个粽子，不仅把她关起来，甚至用一盏亮灯直接打在她脸上。要知道，她们4个是大学摄影，整个宿舍全是美女寡王。4只单身狗经常站在阳台上，相互吐槽宿舍楼下亲嘴的小情侣，就连睡觉上厕所都还要批评很久。可现在顾晨曦自己谈上恋爱了，居然也在女生宿舍楼下啃嘴子。这是不是你？你拍的呀，拍的还挺好。小西，你俩搁女生宿舍楼下就开啃了，这像话吗？就是。可是这种事情忍不住的嘛。忍不住？怎么就忍不住了？亲嘴也能上瘾吗？顾晨曦满脸通红，沈霞双手叉腰。就是。宿舍里另外2个女生再次附和道。顾晨曦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你们不懂，亲嘴真能上瘾。我以前也认为2个人嘴对嘴啃在一起，怪那啥的。可是今天晚上，当顾晨曦讲起自己今晚的约会过程时，原本准备审批他的3个室友，直接变成了最忠实的听众，搬着凳子齐刷刷围坐在他面前。每当讲到引人入胜之处，他们都会露出痴痴的傻笑，仿佛身临其境，自己就是故事中的主角。原来高冷校花暗地里有个网恋对象，阴差阳错下，她还是妹妹顾晨轩的家教老师，彼此都在无意间发现了对方的身份，却没有挑明。一阵相处下来，2人彻底喜欢上对方，并且趁着今天的游乐园之行，相互成功表白。刚刚在女生宿舍楼下的时候，于无双又抱着她亲了起来，还十分可恶的伸舌头了。亲嘴的感觉可奇妙了，嘿嘿。顾晨曦像个憨憨一样，笑着回味着自己和于无双亲嘴的过程。其实他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记住，只记得耳边是烟花绽放的声音，还有他跳动频率很快的心跳声。沈霞快羡慕哭了，她抱着顾晨曦的细腰。姐姐，人家也想吃嘴子了，你帮我也找个男朋友吧。你冷静点，以你的资质，你想找对象还不容易吗？顾晨曦说着，还顺便占了一下沈霞的便宜。可恶，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大？这群肤浅的男人都是被姐的身材和颜值吸引，根本没人懂我。姐可是纯爱，我长这么大，小男生手都没碰过呢。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男朋友？沈霞想了想说道，怎么也得8块腹肌，身材好，温柔体贴，大帅比。等等，合着你把我当那个许愿池的王八了，跟我这许愿呢？小霞霞，你的这些要求，乙女游戏里都有，和我一起入宅吧。我才不要和纸片人谈恋爱，我要帅哥，腹肌帅哥。喂，你一边说那些男人肤浅，只喜欢你的脸和身材，结果你也想找个腹肌帅哥，你和那些只注重你外表的男生有什么区别？周小楠拍着沈霞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顾晨曦捏了捏沈霞的脸，小楠说的对，你能不能学他，聪明冷静又理智？顾晨曦话音刚落，就听到周小楠又说道，希姐，我要求不高，打游戏能带飞我的就行了。我收回刚刚的话，你俩半斤八两。就在这时，于无双发来消息，是找顾晨曦要2张沈霞的自拍照。别呜呜了，发2张照片来，帮你物色对象。尊嘟假嘟，你不早说，我现在 P 照片还来得及吗？不用，你不 P 就已经很好看了。顾晨曦哄小孩似的摸了摸沈霞的头。行了，一边玩去吧。原来另一边的男生宿舍，我也在遭受着来自室友的审判。你小子都和他逛1天了，居然不拖延一下时间，等宿舍关门了去找个宾馆将就一晚。谁好人第一次出门约会就去 KFC 啊？如果是我就这么干了。等你什么时候要到沈霞微信之后，你再幻想吧。被戳中痛处的皮太阳捂着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王琦从上铺探出头来，话说老于，你今天进展如何？表白了吗？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半天也不说话，故意吊他们胃口。皮太阳急了，直接抱着我的肩膀晃了起来。说话，你小子说话啊！可恶！表白了。然后呢？然后我又露出了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王琦和陈志瑞急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滚了2圈，我一边回忆，一边想着形容词。有女朋友的王琦倒是没什么，皮太阳和陈志瑞笑得跟傻子似的，转眼又觉得被这波狗粮虐杀，直接跑回床上，抱着被子痛哭了起来。行了，别哭了，发张照片给你，看着照片倒2发，洗洗睡吧。说着，我打开聊天窗口，找顾晨曦要了2张沈霞的自拍照，发给了皮太阳。皮太阳看着手机上的照片，眼泪立马就消失了。义父，请受儿臣一拜。去你丫的！我笑骂了一声，爬上了床。现在我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新任务，和顾晨曦语音通话。宝宝，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讲故事有点肉麻啊。哪里肉麻了？明明你白天的时候都在花车上给我讲笑话了。可是现在我在宿舍呀。我伸长脖子看了一眼自己的床底下，
陈志瑞和皮太阳像是两个丧尸一样，正眼巴巴地盯着我。按下静音键，你俩能不能嘎远点？不嘛不嘛，好哥哥，人家也要听你讲故事。我尼玛！皮太阳一脸贱兮兮的，我满头黑线，一时竟不知该从何骂起。耳机里传来了顾晨曦的催促声：“宝宝，你就讲嘛。”面对顾晨曦的撒娇，我是真的招架不住，硬着头皮在宿舍里给他讲了个睡前故事。床底下的陈志瑞和皮太阳全程憋笑。听完了我讲的故事，既然他们要犯贱，那自己也不能心慈手软了。我摘下耳机，对着手机另一头的顾晨曦说道：“宝，刚刚说什么？我没听见。”宝宝晚安呀，啾咪啾咪。晚安。女生宿舍，顾晨曦拉开床帘，就看到3个室友正站在自己床底下，一脸坏笑的看着她。宝宝晚安，啾咪啾咪。沈霞夹着嗓子学她说话，灵芝也痴痴的笑着说道：“原以为小溪你挺高冷的，没想到。”希姐拿捏男人果然有一手，反正我学不来，哈哈哈。周小楠竖起大拇指，面对嘲笑，顾晨曦从容不迫的挑了挑头，镇定自若的看着他们3人，嘴角扬起一抹狡黠的弧度。你们笑什么？3只单身狗，你们有人说晚安吗？顾晨曦一句话，3个嘴角的笑容直接凝固了。家人们，破大防了！今夜的女生宿舍里，注定也有3只单身狗睡不着了。其实顾晨曦也睡不着，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天，然后又拿出手机给发了个消息：“宝宝，明天周日，我们出去玩吧。”好，你想去哪玩？你选吧，和你出门，去哪儿都行。我心头一暖，回道：“那我可得好好选了，不能让你失望。”顾晨曦很快又回道：“我的意思是，只要是和你出门就行了，去哪里都无所谓。”我靠，老王，你起这么早干嘛？你不是昨天才和杨雪儿约过会吗？今天还出去啊？钱包受得了吗？男生宿舍内，皮太阳看着已经穿戴整齐的王琦，不解地问。王琦苦笑了一下，就是因为钱包受不了才出门的。雪儿说今天她要在宿舍宅1天，我趁着今天闲着，准备出门找点现结的临时工的活干干。陈志瑞坐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说道：“真的假的？王哥，你这么快就没钱了？”王琦没什么花钱的爱好，打游戏也是林冲战神，而且他还有攒钱的习惯，大家没钱了都找他借过。不然你以为雪儿还是那种比较为我着想的女孩？他的话像是给皮太阳泼了一头冷水。皮太阳坐在床上，落寞的感叹道：“哎，果然，爱情是有钱人的游戏，我还是回下水道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想的那么糟糕。我看着皮太阳那不相信爱情的样子，刚想安慰一下，结果陈志瑞却先说道：“皮哥，最近很火的那个校花游戏，你玩不玩？我昨天晚上刚买了。”玩？这家伙果然是我自作多情了，这小子心态比谁都好。我看着准备出门的王琦说道：“你先等等。”我从抽屉里翻找了和平官邸的那张 VIP 卡，这是和平官邸饭店的会员卡。你要是找不到工作，就拿着这个去店里找店经理，跟他说是我介绍你来当临时工的。顾晨曦是他们店里的年费会员，我想店经理应该不会拒绝吧。MD 太爱你了，老于，晚上请你吃鸡腿。啧，我什么时候也能和你小子一样傍个富婆啊？已经打开游戏的皮太阳看着我，啧嘴说道。我一脚踹在了皮太阳的屁股上。去你丫的，收拾，带你去找富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你也起来，一起出门。这大冷天的，等会还要下雨，我还是不出去了吧。而且我昨晚和人约好了，今天一起打游戏呢。我有些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后半句才是重点吧？你确定不出门？不去，除非外面有仙女。还真有，是顾晨曦了。他的3个舍友要陪着他一起出门，我就想着也把你俩拉上，说不定你的爱情就在今天开始了呢。可正在换衣服的皮太阳一听要和顾晨曦的室友去玩，立马就说不去了。我十分不解，干嘛不去了？你小子不是喜欢人家吗？喜欢就冲啊！哥们都帮你制造机会了。不是我不想去，就我这样的，人家也看不上我。喜欢归喜欢，现实咱还是认得清楚的。数我，数你 M 个头！刷好感度的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你喊爹都没有第2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皮太阳沉吟许久，似乎在内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他仿佛下定了决心，咬紧牙关答应道：“去，小爷我听豁出去了。”这才像话嘛！
我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了陈志睿，他似乎还在犹豫。你小子又在犹豫什么？还舍不得你那个游戏搭子呢？陈志睿挠了挠头，憨憨的说道。他们宿舍全是美女，我看到美女就紧张。没等我开口，充满斗志的皮太阳满嘴骚话说道。你这个症状就是美女看少了，多看点就不紧张了。走，哥带你去撩妹。在他的忽悠下，陈志睿也成功加入了队伍。我看着皮太阳现在这自信的样子，有些想笑。希望他在沈霞面前也能这么自信。而女生宿舍里也没好到哪去。你俩别闹了，人家都在楼下等好久了，我们快点收拾完，该下楼了。呦呦呦，男朋友在楼下等了几分钟就开始心疼了。顾晨曦双手叉腰，昂着脑袋，有些傲娇地说：怎么不行啊？月老好不容易才给我牵了条红线，我肯定要疼他呀。沈霞闻言直接闭上了嘴，因为她发现嘲讽有对象的顾晨曦，受伤的只能是自己。